用的多了就松了。好了，好了，直了吗？直了。你可以加个滤镜啊，现在脸显得有点颜色不太好。我加了滤镜，这个行吗？晚上好，晚上好。这个好。哇，我还没洗澡呢，黏的感觉。欢迎大家来到图图的直播间，我是今天的代播。好清晰呀！你插镜头了吗？晚上好，晚上好。刀郎，刀郎。哎呀，你可真省事儿，什么意思啊？你说插镜头省事儿是吧？那咋插呀？那咋插呀？谢谢小张的礼物。谢谢小张的粉丝们，这样不是能靠近镜头吗？就是故意靠近镜头，天天不省心，什么意思啊？我怎么不省心了？你也够了，太撩了，是吧？故意的。你老公咋不出镜？他累，他有点累了，在床上躺一会儿。刚才又差点在晕倒在路上。谢谢扑啾的小心心，谢谢扑啾，谢扑啾。哇，90个嘞！谢扑啾的90个小心心。啊，烟脖子好疼啊！谢谢90个扑啾。谢谢扑啾的大啤酒。哇哦！谢谢扑啾的39个大啤酒。谢谢扑啾的撩一下。谢谢07的礼物。谢谢007的点亮粉丝团。已切换为观众。哦，这是观众荧幕面板。什么？我切换到观众面板。哦，那你这样可以切出去了是吧？不是，我这样可以看礼物了，要不然我看不了礼物。哦，谢谢丹尼的粉丝团灯牌。谢谢大娘，大娘。拿瓶水。谢谢扑啾的点亮粉丝团。哎呦，谢谢扑啾。哎呦，谢谢扑啾的小心心。老公，你穿42半的鞋？我一般穿43的。哦。42半就是正正好好，有点挤。你大拇脚趾头好长啊！我大拇脚趾头就没有这个食指长。你是2拇脚趾头长。对，你大拇脚趾头好长。2拇脚趾头长不养爹和娘。啥意思啊？啥意思啊？2拇脚趾头长不养爹和娘。为啥不养爹和娘？就是牲口。那你的呢？我是大拇脚趾头长。大拇脚趾头长是啥？特别孝顺。那看来也不准。我很准，我告诉你。啥时候绿豆播？绿豆，下个月吧。是的，东北是这么说的。哦，你也是东北人。一样长。
一样长就是天生做零的命。图几个旋儿？图2个旋儿。 2个旋儿坏。剧还没拍完吗？剧这周就拍完了，这周拍完之后就进入后期的状态了。死丫头！你才知道我和东北，我和图都是哈尔滨的啊！我刚知道你是我刚知道你是东北的。小黄袄，不是，这不是袄啊！你就说不批斗你。谢谢城南，谢谢年轻人，有点皮。怪不得图图说的那些土话你都能听得懂呢。嘎布。他说的我也能听懂，他也在直播间里说一些东西，我就能听懂。喜欢吃嘎咕的东西，嘎咕，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这个词儿。嘎咕好像不是我们东北话，好像是北方话。嘎咕。我以为我能听得懂不赶趟了，都已经是东北话高级语者了，没想到还有嘎咕这种高级词汇。谢谢扑啾的红包。哎呀扑啾今天中彩票了。扑啾今天发奖金了，估计是。今天是双11。啊，大家可以去这个左上角这里领这个红包啊。谢谢花儿的点亮粉丝团。谢谢花儿。为啥你这边都好多人点亮粉丝团，我那边连个灯牌都没人送啊？因为我这边的人其实会比较温柔一点，没有那么攻击性，没有那么强。被你驯化的，都被你挑选出来的。你俩很和美，看来同性恋也不可怕。同性恋为什么可怕呀？同性恋其实挺可怕的呀，我觉得。为什么？因为同性恋太细腻了，太敏感了，我觉得。啊。有攻击性的都被拉黑了啊，有攻击性的都被他骂跑了，这都是现在直播间里都是被提纯过一波的。这个颜色衣服叨叨穿着也好看，很少看到这个颜色。哎呀，真会说话。图图有点累了。看我这个裤子，这裤子是绿色的，然后这个衣服就是黄色的。图图在躺着，给你们看一下，看，累得不得了。今天健身了。不是你说的那样，就是觉得和平常人不一样。谢谢大娘。太可怕了啊！不是你说的那样，就是和平常人不一，就是觉得和平常人不一。好小的床。谢谢丹尼送的梦幻花火。现实中很少见人穿这个颜色，因为这种鲜艳的颜色一般很少人能 hold 得住。鲜艳的颜色招花大姐。好小的床，他特意选的小床，每天晚上挤得我都睡不着觉，使劲要往我那儿挤。今天不加班了吗？唉，上午刚服务完他都快死了，还让他加班呢，阳气马上就消失了。上午是憨的照。什么叫憨的丈夫？感觉是你逼他健身的，不是啊，不是。这颜色真好看，优衣库呢是。我穿的一般这种纯色 T 都是优衣库的。最容易招小咬了，小咬是啥东西啊？小咬是啥呀？小咬是一种特别小的那种虫子，会飞。谢谢丹尼送的红包，谢谢丹尼，大家可以去左上角领红包啊。丹尼还蛮宠咱俩的啊，26岁。
谢谢清风一缕。叨叨衣服架子穿什么都好看，谢谢。我真的是很多衣服穿起来都挺好看的。以前有个同学同性恋，他找我一块儿干一些事情，我都不敢去了。看来我错了，他干一些什么事啊？不会是没干你就行。先溜，待会儿再来。好的，丹尼大哥再见。叨叨结婚后更好看了，结什么婚呢？结婚？什么时候娶我呀，老公？让我多活2年吧。让你多活2年，什么意思？谢谢拳头大哥的点开粉丝团，拳头大哥进来的特效都跟别人不，诶，连这个粉丝灯牌都不一样。谢谢拳头大哥的闪烁星河。拳头大哥发了个啥呀？直接上到宝3去了。发了个闪烁星河。闪烁星河我这看不着特效。就是跟灯牌一样在头顶上。然后这个很贵吗？这个？不知道。不是那个解锁，就是工作上。对呀，我就说嘛。热图图亲多了吗？感觉越来越像了。他不给亲，不知道有什么毛病。谢谢007的大屁股。拳头大哥是新守护128一个呢。哦，新守护是，哎，我都没见过什么新守护是什么东西。欢迎海之蟹。每天看你俩直播，心情都变好了。哎，谢谢，那还挺荣幸的。你俩啥时候举办婚礼呢？你们俩晚上都睡一起，那不挤得慌吗？还好，他如果不使劲往我这边挤的话，就不挤。真的是好久没用图图的直播了，因为那边钱，然后他就自己就密去了，就因为用他账户，然后他就直接密去了，然后也不经过我手。其实用我的账户吧，就有的时候我能只是下了播以后能少提几块钱，然后留着自己零花，那个我就完全不经过我手了，我都几块钱我都没有了。你还想偷偷密几块钱呢？密个10几块钱，少报点吧。你一天10几块钱，一年那就是上万块钱了。一年上万，你这个咋算的呀？一年上万？你可别说漏了，管真严，那就得好好管着他，不然他出去又大手大脚，然后出去沾花惹草的。心疼图图，但是请叨叨。他说挺。但是挺叨叨啊，就得对象就得管着点儿。不是，今天他跟我说那个这段时间那个，因为前2天那个直播不是有一天封了嘛，封了24小时嘛，然后大概有200多块钱。他今天跟我说那个直播的钱不用提出来给我了，我寻思就200多。他的意思就是过2天我要回贵州，然后那啥嘛，他就给我留200多块钱。200多不够你花。然后紧接着他说那老公你去那个惠州我该给你多少钱？我说我也不花钱呢。他说行，那你把你所有的钱转给我。牛逼。你200多还不够你花吗？你打车也不用钱，吃饭也不用钱，你还要干嘛呀？好惨一图。没他钱。他本来他要钱也没啥用，200多烟钱都不够，他又不抽烟。不抽烟。给他钱，手上有钱了，不知道又跟谁去吃饭去了。是我又没有信用卡。太会持家了吧？就得有风来，你看有风来，我觉得有风来是我的粉丝。谢谢有风来。这几天有风来都不去你直播间。那以后还是用你的号播。
知足把200块巨款了。我管不住你的人，但要管住你的钱，他人我也得管住。这几天不都没开播吗？在他直播里开了呀。你看有风来就没关注，你是没关注二把刀？这二把刀说真的就是有风来看样子是个零，他不关注零。为啥我的是黄色的？什么是黄色的？啥黄色？你的心是黄色的吗？谢谢不喜欢吃青椒的粉丝灯牌。谢谢不喜欢吃青椒的粉丝团灯牌。看了呀，昨天晚上跟前天下午，前2天下午。哦，那就是啊，那播也是我们俩一起播的。但是他有事儿他就没进来，可能就一直在听。哦，谢谢左右送大啤酒。你确定能跟他过一辈子？咋了？你要问什么？谢谢 Alex， 谢谢 Alex 的大啤酒，谢谢荷包蛋。我说为啥我的新手护是黄色的？啥叫新守护星？我也不知道哎，啥呀？因为看不见。因为我从来也没有人给我开过什么新手护，所以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谢谢11捡到补送出的撩一下。你在惠州待几天呀？不知道。你们戏应该一天就拍完了吧？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多待2天。哦。你要。谢谢天奥。谢谢天奥送出的定情之所，你为什么要多待2天？我家在哪儿啊？是有什么让你牵挂的人在那儿？妈妈呀。哦。下去应该还得去家里看看吧，他肯定要回家里看看，因为小大夫也在家里。好委屈，叨叨在的地方在哪家？还买药？哪说这么肉麻？你这一句真是够了。哪一句啊？刚认识都抱着美好的开始，过段时间就不同了。你们都是过来人，你们都是过来人，开心就好，别太刻意。谁刻意了？我觉得是你刻意吧。你这个朋友，你少管别人的事儿。自己在家害怕吗？晚上我就会把所有灯都打开，然后我就在屋里待着，也还好，少出去上几趟厕所就行。自己不会害怕，但是更多的是孤独，身边少了一个熟悉的人。当你自己在家，我们给你讲鬼故事什么，那我估计连直播都不敢开了。我也睡觉开灯，我睡觉不能开灯，我睡觉必须有关着灯才睡。买个尿盆放床边。我们家小时候睡觉就是有尿盆，因为小时候家里就是睡的就是那个家里没有厕所，就晚上就只能尿到尿盆里。为什么放屋里啊？尿盆为什么放屋里啊？就得放屋里啊，放屋里直接就起来就可以尿。那尿完的尿呢？尿完尿早上就泼出去。尿完尿然后就放屋里，早上再扔出去。对。哎呦我的妈！怪不得你现在脸蜡黄呢。那有什么关系啊？
你现在能打死2个鬼了，你怕啥？那也怕了。叨叨既然是拉黑的，怕黑的人是什么？我是怕鬼，不是怕黑。有空来你老家哪儿啊？因为厕所太远了，我老家就是，我们那会儿，因为我那会儿小时候就租的那种很小的房子，然后上厕所都要去公共厕所上，所以晚上一般都是准备个尿盆儿。你干啥了？来水。哦。谢谢。洗2个西红柿吧。那多不好意思啊！有啥不好意思呀？装什么呀？开着直播搁这装，哪天不是我洗啊？哎呀，我几乎所有处过的对象都不看鬼片儿，都不敢看，胆儿都小，是不是感觉很没熟？不会被尿熏醒吗？那这尿盆里会提前放点水，接点水，就没有你就没有味道了。谢谢扑救的小心心棒棒糖。剧怎么不播呀？剧没拍完呢。要不然有盖子，我们那没有。别说了，吃东西呢。估计冬天这柿子就没有了。现在不是冬天了吗？12月。今天有个人艾特我跟图图看一个视频，那视频说这2个星座非常的般配，然后咕嘟咕嘟的一大堆，然后最后说这2个星座是天秤座跟狮子座。看完之后，图图说：“去你妈的吧！”肖恩发的吧？他是艾特我们，在那个视频底下艾特我们。你是什么座？我是天秤座的，但图图不是狮子座。图就说：“那你找你的狮子座去吧。”跟我说的。我觉得你应该不喜欢狮子座吧？狮子座就是，比较直接的一个星座，然后会比较强势。小薇是狮子座。你不是强势直接吗？我没有啊，我是那。你是不强势还是不直接？我是老抽色。你不直，是上翘的。你滚！小薇她直接吗？她强势吗？我觉得小薇也不强势。小薇强势。强势直接，而且还喜欢反驳，很像你啊。我不反驳呀。你怎么？你看，
这不是？他妈的正常说话不行啊！你再找一个哑巴。他好像叫肖恩沃德，全盛时代男声歌手啊。肖总天天很乐观的样子，是这样。补拍结束了吗？这周会补拍结束，这周，然后就进入剪辑阶段了。小薇也不是反驳型人格呀，他不反驳，但是他有点强势。他强势吗？他在感情里是强势的，可能是在你面前就不强势。然后他也直接，他很直接，他在剧组里经常得罪人。啊，是吗？反正是把我得罪了。就是他有的时候他跟好朋友太耿直了。就我们拍芝麻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龙二，就是因为那个时候跟龙二关系没有那么近，我跟龙二拍那个芝麻一的时候也没聊过天儿之类的，很少聊天儿。然后呢，小薇是制片人，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没有感觉就是小薇对龙二怎么着，但是呢。后来那个就是龙二不是中途的就是消失了嘛，就因为那个剧情他不喜欢，所以他就那个就是一声不响的就在剧组里消失了。消失了之后，然后那个后来又主动跟我认错回来了。然后回来之后呢，就是我们一起吃饭，我也就觉得说算了就算了，就是因为我本身我会觉得说。也不至于到说很生气，但是确实是当下我们的剧情会有影响嘛，然后也不明白怎么情况。后来就是我们跟那个二把刀还有剪辑师还有小薇，我们4个在那儿那个吃饭的时候，然后小薇就说龙哥，他管那个。龙二叫龙哥嘛，他说龙哥，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在行业里边都会被封杀的，因为小薇就是在剧组里的那个，他就是专业剧组的那个制片人嘛。就说这种情况是非常非常就是被剧组是排斥的，而且是很严重的一个事情。然后其实龙二那个时候，因为龙二本来就内向。龙二就是说那个就一直在那笑，然后小薇一直在那说，然后我心里在想，我说你别说了。那你直接跟他说呀，你说你别说了。但我不可能。你那会儿跟小薇关系还没很好是吧？也很好，但是，就是其实过程当中，我也开玩笑性质的阻止了一下小薇，但是阻止不了。他没听出来是吧？对，小薇是没听出来的。然后龙二就非常尴尬的听小薇在那会儿当着我们的面去说他。还有小薇听不出来的话外音呢？小薇经常是这样。然后呢，紧接着就是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就是剧组里其他一个演员跟我们说龙二特别讨厌小薇。龙二特别讨厌。我说也对。小薇在直播间笑，特别讨厌。那个龙二大概意思就是说，那个最讨厌的是小薇。特别讨厌小薇。最讨厌小薇，被小薇抓个正着说她坏话。但这个事儿吧，就作为我来讲的话，我觉得小薇说的也没错，但是就小薇其实是那种就是可能她不太会感受到别人的情绪的一个人。
他其实很多情况下，小薇的情商是工作历练出来的，并不是他天生情商就很高的人。哪里有天生情商高的人？但我依然小薇在我这儿，在我的心里，我觉得她活不过3集。啊，那他是怎么在这儿活了这么久的？就是大家都是很好的人嘛。啊，而且小薇会怎么着？小薇会觉得说，特别讨厌，特别讨厌小薇。也没有加特别讨厌小薇，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最讨厌小薇。啊，剧组里最讨厌小薇。但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罗二说的，但是那个时候确实是那个演员，就是我们剧组另外一个演员跟我们说的。啊，特别讨厌小薇。因为他跟罗二可能稍微近一点 ，maybe 有可能。啊，川田说的。不是。特别讨厌小薇。所以小薇，我觉得狮子座其实是容易得罪人。啊，确实，不知不觉把我也得罪了。川田对我很好。啊。你们不好奇就是那个小薇怎么把那个二把刀得罪了？川田对我很好，带我吃好吃的啊。你们好不好奇那个小薇怎么把那个二把刀得罪的？好奇的请扣1。件衣服的颜色好看啊。都好奇。来，那个当事人说吧。我说一下啊，我也忘了他当时说的什么了。小薇说零，连线可以连线啊。小薇就是当时我不是跟那个，我跟图图刚好的时候，然后小薇就会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跟图图说什么，就是你们好，你们扎过针吗？如果扎完针之后发现对方有问题，你们还会在一起吗？这个是你从那个手机上看的，是不是？我忘了。然后小薇说啥的时候，小薇说那个意思，他不像是提醒百里说。他还知道了点什么？对，他不像是提醒图图说你们好之前要做个什么检查，他像是那种已经知道就是说知道我有问题了，然后去提醒图图这个事情。那就是他在微信上跟我说的，好像是，要不然你不可能知道这个事儿。这个事儿不是我跟你说的。是您说的，我记得。不是，是我就是让你去检查一下。不是。不可能，我不可能跟你说这个事儿。就是你说的。可能是你看我微信那个聊天记录上说的。那可能是你把聊天记录截图发给我了。不可能。就是你说的。不可能，你一定是偷看了，我不可能跟你说这个事儿。就是你说的。垃圾不到，这么造谣。正常。就是我觉得可能提醒一下是正常的，但是他说的那个样子就不像是简单的提醒，就像是告诉图图，二把刀这个人有问题，你最好让他检查一下，就是像是这种。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俩刚好的时候，图图跟我就是简单提醒，好，来继续往下爆料。我知道。然后还有我跟他刚好的时候，他就去跟那个找小薇他们去喝酒。然后在饭桌上，
然后听图图的意思就是小薇就不看好我们这段感情，然后一直说什么，好像就是说提醒，就是阻挠图图。也没有到阻挠了，就是因为，但是小薇上一段感情其实是会，就是可能，就是损失了一些啊，彩礼啊，包括情感上的，他可能再加上我上一段感情，其实也损失了好多。对，就因为我上一段感情，其实他是完完全全知道嘛，然后我就知道我可能在这段感情里消耗很多，所以他就希望我找一个能力强一点或怎么样的，所以他就很不看好咱俩，这个是真的。粉丝该攻击我了。没有，粉丝不会攻击你。我当时我都想攻击你。不是粉丝不会攻击的，粉丝也不看好我们。然后我姐为啥不露脸？她在躺着睡，她有点累。然后当天喝完酒之后，图图整个人情绪都不对了，就我快哭了。她整个人情绪都不对了。然后我跟她说什么，她都不怎么理我。我就心想，小薇究竟跟图图说了什么呀？我说我们俩这事儿还能不能成了呀？我心想，不会就因为小薇几句话把我们俩给搞黄了吧？因为那天是怎么回事儿？我那个时候我就跟他们，就是我跟那个小薇还有那个丹青，我们就见面了。见面以后，然后我就分享这个事儿，分享这个事儿。他说啊，你俩也在一起也太突然了吧？他不会有什么想法吧？谁说的？这小薇嘛。小薇说：“你看我上一段感情啊，就是那个又被那个。”小薇说：“我没说啊。”他说：“我上一段感情可能就是又损失那个精力，然后又被消耗，然后又就是又不上进，然后又跟着生气，然后对方又找他借钱之类的，所以他就觉得你。”也有可能，然后他就在那就给我分析，我说其实我俩我说我什么都不图，我就说这个人吧，他就是身上很有能量，然后就是在片场笑嘻嘻的，因为我们都会觉得什么呢？因为我跟小薇其实也犯嘀咕，就是说一个身材这么好的一个人，然后面容也算是名媛，就是你长得很名媛级别的那种嘛。所以就是你跟我们认识的名媛其实不太一样，而且你是那种没脑子的名媛，就是我们从来没见过，因为名媛都是非常有心眼，然后非常会演戏的一种状态。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摸不准你，小薇就是完完全全的，就觉得说这里有蹊跷。此事必有蹊跷。对，然后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人肯定就是带着目的怎么样，所以就一直在那说。其实他不说，我心里也没底；他说了，反而就是就是给我弄的呀。我想辩解也辩解不了。他就说啊，那我也是为你好。就是我有的时候我都快被他说激了，但他紧接着他就那个在旁边说，就说啊，你别。你不用这么大情绪，我也是为了你好，知道吧？就这种，然后我那天就要哭了。为啥哭啊？因为我觉得我的好朋友不看好这段感情，然后我又没有办法解释得很清楚咱俩的那种感觉，因为其实咱俩都有点神经病嘛，在感情里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开始的很突然。对，然后紧接着我就跟你说了嘛，然后那个二把刀就跟我说。啊，哪里突然了？我说不突然吗？因为我跟二把刀在一起非常非常突然，就是我俩互相一开始都不是彼此的菜，然后突然就拍了戏，然后又怎么样的，突然就在一起了。然后确实觉得突然，然后二把刀说了一句话，我就明白了。他说啊，一点儿不突然，因为咱俩在一起拍戏已经3个月了，
3个月其实彼此了解彼此的性情，然后非常的细节，这些东西是别人看不到的。我说哦，我一下我就笑出声来了。我说笑出声来了。我说你们看，二把刀说我们在一起拍戏3个月了，后来我仔细一算，确实是3个月了，因为从6月到9月。但是，那个时候二把刀还没来呢。紧接着二把刀来了北京之后，我没想到小薇依然不看好。确实。对。就是二把刀都来北京了，小薇依然不看好。我也不知道为啥，具体是怎么个不看好法？大家好奇的请扣1。小薇又做了一件不看好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事件。好奇的请扣1。把你说精神了是不是？不是，我要上个厕所，憋破尿啊。好奇的请扣1，有多少1？哎，有这么多1，等我尿完尿跟大家说啊。嘟嘟起来来劲了，他上厕所去了，等他上完厕所回来跟大家娓娓道来。还有广告呢，大家要稍事休息一下，这是公开处刑嘛，你们不要去私信小薇啊，小薇其实人特别的好。瓜子准备好了，谢谢天浩的猫爪子，谢谢天浩的送出的，谢谢天浩的交个朋友。叨叨有广告吗？我们估摸着还是工作吧。广告很短，马上回来。小薇连上线了啊！连了。你接了吗？接了。那怎么没他声音啊？他现在在等你出招呢。在酝酿。我看看你又要说啥？小薇，我说的是不是事实？一半一半。那哪儿不属实呢？你不是我，他来了之后，我没有那个什么，没有那个又不看好你们了。我那是祝福。好，放证据，我看一下我这里有没有证据。小薇说那是祝福，内向，让他回应啊。来，那个辩方上证据，原告上证据。你来之前我可一直向着你呢啊，我可没有说什么这那的啊，是吗？对呀，图图可不是这么说的，他乱说。造谣，到底谁在造谣？看一下啊，上车。来，原告请说话。我都在找那个聊天记录。我没说过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我最开始我和他说的事儿，我觉得大部分的内容是，就是闺蜜让他想清楚，别让他又伤害一个那个天真无辜的小男孩儿。挺难理的你，怎么就我伤害了？这狗。那你那个啥呀？我就担心你那个3分钟热度啊！你死了！我和你说，我一开始我站你这边的，站我这边是吧？对。狗东西。那后来怎么倒戈了？我没倒戈呀。现在还站着他。
狗东西，来放证据了啊！哎，二把刀，希望明年今天没事。哎，二把刀的全名是肖寒冰。明年如果这个10月1号还是肖寒冰跟我在一起，而且是情侣关系的话，我给你2万，你给我2万。然后如果不是他的话，我给你2万。然后这2万咱们用来吃饭。可以啊。是。前提是那个时候我们俩没有。那当然了。到啥时候咱俩都是好朋友。我也不知道，就是今天吃饭的时候你们。好，证据够明显吗？听不清。就如果他要是看好我俩的话，他如果要是看好我俩的话，他不会就是他不会就是打那个赌，说2年之后，如果还是二把刀的话，对。那不是我打的赌，那是你自己打的。什么我的啊？你还在那块嘴硬？如果是你不跟我打赌，我为什么说这个赌注呢？不是我打的赌，是你说你小薇，你现在就是满嘴造谣的这个事情越来越强烈了。我是祝福，你跟丹青，你看你问丹青，我当时是祝福，是不是？你不是祝福，你不是3个人的友谊太拥挤，我走了。3个人的友谊太拥挤，笑死了。我当时是祝福，我是祝福，我说希望明年的今天还是你，多美好的祝福啊！然后那个图图说，那我们打个赌，怎么样？不是我要打的赌，我只是祝福。我的意思是希望你们长久，然后他就曲解我的意思，要和我打赌。对，你说同样是30天，2个30年为什么这么大差别呢？我也没有好到哪儿去啊。哎呀，我这帮朋友，是你最好的2个朋友，他俩一直在争。没有任何人在争这件事。你知道图图以为我和那个丹青是西安人，很久。我记得好像是小薇说，希望你们明年还在一起。对啊，我有视频，我给你找到声音。我们刚放完。就是那段是吗？对，就是我说完那个之后，然后那个图图说，那我们打赌，是他要打的赌，可不是我要打的赌。那你应上了这个赌约，那都架那儿了，那我能说啥呢？没有的，反正我就等着明年吃饭就行。明年我们不是好朋友了。明年不是好朋友了。我们最后不是补了个前提吗？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好朋友的话，你们的友谊就值2万块钱吗？嗯，对，可能不值，可能也不到2万块。2万块都不值吗？明年的那个10月份那个最好的朋友是丹青。哎，这个直播结束就不是好朋友。没有，我们的友谊还可以维持11个月。你知道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不是说想把那个小薇逼死，其实我们想探讨的就是我真的觉得狮子座其实蛮直接和强势。小薇是狮子座是吧？对。其实我觉得狮子座的直接真的还是就是我这么多朋友里边，狮子座的直接是最直接的，就他们会。就是你知道那天具体的事我不说了啊，就是这具体是谁我不说了啊，但是你知道那个小薇就跟我说过一句话了，他说他身边有一个朋友，咱们那天看到的一个朋友，就说那个他为什么就是他在家待着为什么不把家里收拾收拾？就我真的会觉得说。他的这种想法比我还夸张，
就他会觉得说没工作的人应该把家里收拾的干干净净的。然后我回小薇一句，我说，其实你这种想法，觉得你好像就找不到对象了，因为现在的小朋友不在，小朋友就是都不太有意思。小薇上次还说我的呀。啊，对对对，这个事情也跟大家讲一讲嘛。没有，我上次是说那个我姐夫不给你做饭。就是小薇，你知道，就是没有说你，就是你作为我的朋友，你私底下跟我说没问题，私底下跟你说你也会让人知道的。但是你当着二把刀的面去说那些东西，其实你挺这样才是最好、最安全的，好吗？就是我又不会背后讲别人。就是那个小薇做过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吐槽，我说吐槽说那个每天早上那个7点就得起来，因为我们8点半上课嘛，然后那个7点多就得醒，然后就得那个叫外卖吃了那个洗澡，然后8点要准时去学校，因为我走路大概得20分钟。然后小薇就说了一句话，就是非常的大跌我眼镜的一句话，说那他怎么不给你做饭？他在家干嘛呀？他为什么不给你做饭？然后让我姐夫每天早上起来给你做饭呢。然后这句话我都懵了，就是我没想到，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 get 到这个点。如果说就是我们好朋友私底下说这个事儿，我就无所谓。但是他当着那个二把刀的面去说这个东西，二把刀直接会烦他。啊，你烦我了吗，姐夫？我想一下，没有烦，只是我当时会觉得我不知道要怎么接话了。这就是我这狮子座太直接了。不是，小薇只是单纯的白目。哦，单纯的，因为我之前的那个，我之前处过的基本上都是那种，比如说我早上，比如说要去片场起很早，他会起来给我收拾啊、做饭什么的。包括你前任吗？对，你前任就是那个健身教练也会每天给你做早餐，就是如果你上班的话。会。那我就觉得你前任找你借2万块钱不还也应该。不是每天早上他妈给你做早餐还不值这2万块钱？不是每天，就是如果说我今天早上出去要拍摄，如果有工作的话，要起很早。或者说我那个今天在公司加班，然后很晚，那会有的时候会做饭给我送过来。就我不是说每天需要有这个事情啊，就是说你时不时的可以有这么一下，对吧？你哪怕你一周有个1-2次。但是小薇，我就跟你说一句实在话，因为我处的男朋友比较多，和小孩子也比较多。我就说你这种想法其实不适用于现在的恋爱关系了。我处的也都不大呀，都是95到00。现在找不到就是你理想中的那种感情了，因为逐渐的大家都做不到这点。因为我觉得感情里其实越发的不喜欢这种关系，就好比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提供住处，我要为你服务的这种感情，我觉得不太好。不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不是说你要用这个东西就来作为交换，就是如果你你有时间有精力的话，是可以做一些这种事情的呀。我觉得这个没什么。但是7点要起来做早餐，我觉得也太，他又不是那个，哎，前一段时间有个女的天天那个做早餐，那个女的火了一段时间，叫啥来着？因为我不是说，我也不是说天天吃，就是你时不时的有那么一下，而且因为我吃的东西比较简单，可能就榨个果汁，然后
整个面包。没想到小薇要喝果汁哦。因为我早上喝不了牛奶和豆浆呀。哎呦，好了，现在投票那个举手表决，同意小薇的思想的请扣1，同意百里的想法请扣2。来，我们看一看，就是观众是怎么想的，没有别的意思啊。一半一半。好，同意2把刀每天早上起来给我做早餐的，请扣1。同意2把刀每天早上必须得起床给我做早餐的，请扣1。来，全都扣1啊！老婆，其实这帮人不是真的喜欢你。他们都是 CP 粉。原来是这种啊！就大家其实我真不知道大家的思想。主要是你们不叫外卖的原因是家附近的吃的不好吃。不是早上外卖哪有几个呀？他不喜欢吃包子。对呀，你早上就是包子呀。我早上我喜欢吃包子，我有的就会叫外卖。他也不喜欢吃什么肯德基、麦当劳，早上也叫不了。我早上爱吃那个重庆小面，你家里有啊？很辣。关键北京很少有早晨做重庆小面。对，没有。北京可能最多有米粉，你可能早上能吃到。哎，是你们谁那儿一直啥啥啥的？你呀？我这啥啥啥？我关一下啊。不是我这吧？是你是2把刀啊？是我这儿吗？对，你那儿有啥声音吗？现在还有吗？有，就是一个底噪，没事。啥声？谁听到了？是不是那个环境的声音？加湿器怎么了？加湿器没开。刚才我也听着了，就是小薇我的吗？我怎么关我的麦呢？小薇坐在风扇上。听一下小薇。小薇的声音。真的安静了，就是小薇。你恶人先告状啊！你小薇。我的啥声？没有，我刚放。我把手机放电脑上了，我拿个架子。没了，现在没了。因为我刚和电脑放一块了，可能是。小薇真的就是坏。我咋了？小薇，每天让你给我做早餐，我都不敢吃，你知道吗？我最近每天做早餐。风扇声的。还有什么？对，还有。是不是那个小薇的17 Pro Max 里边有那个风扇？有可能。我是做饭那个，因为我喜欢做饭。那大早上谁会给男朋友做饭呢？我不太理解啊。因为其实大家都困呐，早晨做饭我觉得太难了吧？你要说你形成习惯就会愿意做吧。但是我觉得那个是你就是传统的你就是那种家庭妇女会做的事。哎，是的。那我想知道现在2把刀还有没有给你涂那个发际线？他有，偶尔有的时候他想不起来。对，有时候想不起来，主要是那个得坚持。但我觉得这个东西不是男朋友做的吧？我一般2个鸡蛋或者面包，他又不吃鸡蛋，他不爱吃鸡蛋。他吃最多了。他不爱吃鸡蛋，他又不爱吃早餐的所有的东西。他又不吃包子。我就喜欢吃包子，所以我一般早上点个包子就这吃。他是不爱吃，那不爱吃。然后我说头一天晚上订个那个肯德基，人家定时就早上定时送过来，他也不爱吃。早餐的肯德基一点味儿都没有。我反正之前就是每天吃肯德基吃包子，油条吃。我为啥老有那个不爱吃油的？油条可以吃。
我那风扇咋关呀？哪个风扇啊？我不是手机风扇吗？手机哪有风扇啊？我们用的也是同款手机，我们都没有声音。人家内存，因为我的不是对象买的，人家的内存大。买的。点南城香啊，南城香是啥？南城香是啥？梁香早晨吃馄饨，哦，馄饨。我那我也不爱吃。你看，挑食挑的不得了。老婆，你不能因为他们让你做饭，然后你现在不跟我一条线。我是不让你做饭的那帮人。行，老公，你们都说什么呢？说我老公啊，我老公想早上吃啥吃啥。我给他买了那个吐司蛋糕，他觉得还行。把小薇踢出去了，太吵了。对啊，为啥这么吵啊？安静了，小薇已经小薇关了声音。突然安静了。他哪怕他关了声音，他都不退掉，怕咱们说什么。不是我这是为啥呀？又有了，可能你是耳机吗，或者是什么？没有啊，你这苹果在哪儿买的呀？我在官网买的呀。你是在泰安买的吧？山东。你不要诋毁我们太原。终于安静了。我把壳掰了，和壳也没关系。哎，真的没声音了耶。行，那是我壳的问题。好了，现在超级好。是。谢谢。因为我又有了，为啥呀？没有，我们这儿听不到了。谢谢爱丑爱老主播送的点亮。因为我那个我的手机壳上面垫了100块钱。哦。我们上次听到是钱的声音。对，我叠了个小房子，放到那个手机壳里。爱丑爱老主播送的这个是送给谁的？送给图图的吧？小薇的。啥呀？这名字怎么回事？爱丑爱老主播送的小心心。成都应该到北京了。老婆，有人说你拉黑他。反正是你的啊。你比较喜欢小薇，小薇不小薇说话很直接哦。爱丑爱老主播喜欢小薇啊。你要是喜欢小薇的话，每天7点要给她做早餐呢。要给她榨水果汁哦。我那榨果汁我都有那个东西，直接把水果丢进去就好了。那不用洗吗？自动洗的。啊？自动洗的，就是把水果丢进去，啥都不用管，按一下就好了。还自动洗水果？2500块钱呢。哎呀，那不用拿出来吗？要这样同款，就是洗完之后，那个榨完之后，把那个果渣都会倒了就行了。好高端，好高端。那糊都渣了，就是糊也榨进去啊。对，他就直接把那个就全打碎了。那西瓜能放下吗？可以啊。那么吹牛逼，那再大的东西，西瓜它一整个它也得切呀。对，得切一下，你不能连皮儿扔进去。啊，得把皮儿切掉。对啊。哎
带皮儿就行了呀，你不带皮儿的直接切成个大块扔进去都行，不用切太小。那还是得切。对，就稍微切一下，就不费事儿。哎，小薇，咱们仨聚到一起了，咱们蛐蛐别人吧，不蛐蛐你好不好？蛐谁呀、就是我觉得蛐蛐你有点不太好，好像我们就是在讨伐你一样，就咱关系那么好，咱们蛐蛐别人多好啊！我们最近有谁可以蛐吗？就过去那点人呗，拿出来鞭尸。咱们先编谁呢？特东北。好了，那我们先说一位故人，他出演过芝麻系列。是把我拉黑的吗？好，龙二，咱们不蛐蛐别人啊，咱们就是一的点评，来，从龙二开始。龙二，小薇，你对龙二什么感受呢？就是你对龙二有什么印象吗？我觉得他还挺敬业的。敬业。对。但是你曾经因为他不敬业骂了他好久。就是他在现场的时候挺敬业的。啊，就是啊，他在片场很敬业，然后他那个就是。怎么描述呢？就是他的他只要工作起来挺敬业的，但是不工作的时候那个态度可能没有那么好。那如果说让你用一个词来形容他的性格的话，你会用什么词呢？小公主啊。小公主，蛮敢说的啊。蛮敢说的，为什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也不是贬义词啊。为什么是小公主？其实二把刀也是有一点小公主。没有，他们是不一样的小公主。对，他们是不一样的小公主。就是她在情感里是有一点点就是纯真少女，但是她绝对没有，就是她工作里完全不是小公主，她工作里完全是大直男。就是龙哥，你得哄着他。就是我会突然 get 不到他的点，就是突然一下就可能生气了还是怎么着？他主要是跟你生过气吗？不是和你呀。跟我有什么生气的？完了，那个谁在呀？那个 Gavin 来了。Gavin 是我小公主。啊 ？Gavin 没听到 ，Gavin 是刚来的。Gavin 说我是小公主，我还好吧？小薇老师，小公主。我矫情，我这个我认。矫情。对，我有的时候还挺矫情的。来，弹幕里边有什么剧组里的一些演员，想要去了解小薇对他们的评价的，直接在公屏上可以打出来。就是你对我所有的演员感兴趣的，然后基本上小薇都见过，你们都很好奇，就是小薇的眼里的这个演员他是什么样的，可以随便说。好，首先第一个，小张，店长，对，不背台词。就是小张，你问的问题是什么？可以再具体一点。好，那个店长是不背台词，还有吗？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和那个我和
卡卡接触的时候，我觉得他人还不错，就是我和他接触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你们接触的时候戏，里戏外差别大不大？本人的性格还差的蛮大的。本人的性格是指，就和你不是说戏里戏外吗？对，戏里戏外，就是你们问的戏里戏外差别大不大？具体是哪一部分的大不大？就是你们问问题稍微详细一点，要不然那个小薇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不，其实如果说你和他本人接触的话，还蛮容易爱上他的。然后呢？他是就是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描述啊，就是他是有一种，就是他有一个点，就是身上他有一种气质吧，会容易让人喜欢上他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喜欢上他了吗？我没有。那你为什么不喜欢上他呢？你不能这么跟人说，什么不喜欢他？我没有不喜欢的，就是他不是我的菜啊。你为什么没有喜欢上他呢？就是因为你对他的评价是说他很容易被别人喜欢上，那为什么你同时又说你没有喜欢上他？因为他不是我的菜啊。那你说别人喜欢他的点是在哪里呢？气质，感觉吧，就是感觉你这个东西就是我来说啊，就最开始你还记得你最早你最早去他店吃饭的时候吗？你吃完之后也跟我反馈说这个人特别好，对，记得吗？是的，对，就给人第一印象都很好，就是很亲近，很热情，叫起来很阳光，很可爱。就是他其实和那个郭是一路人。哪个郭？厨具啊，他跟对，他和厨具是一类人。OK。继续往下说，那你觉得他差别大是什么差别大呢？因为他本身演的也不是他自己啊。好，大家去仔细，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自己思考一下，就是他演的不是他自己是什么意思？这我觉得小玉你别往上说了，就是你在挑起纷争。哦，我不可以说这种话是吗？没有，其实大家就是在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主观意识去说一些东西，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可能是我太主观。那剧组里的另外一个参与的人对小薇的，就是对演员的一个评价，我觉得是蛮客观的。小薇，就如果他的外形是我的菜的话，就他的性格我是 OK 的。小薇消失了，小薇被封杀了，被黑粉举报了。没有，我刚刚在回私信，我跟朋友分享我那个视频过来。今天晚上说你的观点。没有了，就这个。他如果外形是我的菜的话，我觉得他是 OK 的。就是以我目前接触到的，他展现给我的那一面。你88，小薇的料。好，那个还有没有想通过小薇的这个认知去了解我这个演员的？你们可以在评论区里直接就说出来，然后让小薇去说说她的一个直观的感受。好，小嫖客小嫖客他不认识。对，小嫖客我是一点儿不知道。来，灰灰在《芝麻2》里的人设那么差，他不介意吗？他应该不介意吧？为什么不说呢？因为和他本人还蛮像的。别再胡说八道！别再胡说！你给我滚！小薇口无遮拦了，小薇。没有啊，是那个百里和我说的呀。你给我滚！行，我不可以说这个。
啊。我觉得灰灰也不介意。我不是觉得他那个什么那个本色出演，我是会觉得灰灰只要有戏拍，他都很开心，因为他喜欢拍戏。这个我能感受到。其实灰灰的他本人的性格还蛮直男的。反正不太 gay， 我不能说蛮直男，就是没有那么 gay， 就是他没有那么难搞，或者说女性化。我甚至会觉得灰灰就是他应该多长点脑子。对，是，其实我觉得剧组里面只有那么除了那一两个，那个就是真的是害人精，剩下的大部分都还挺善良的。害人精那一两个是指哪一两个？我都不知道你在说哪个。我说龙二不喜欢我的那个人。谁？说龙二不喜欢我的那个。说龙二不喜欢你的那个人。拉黑单亲的那一个。不是，那个是公认的害人精，是不是？小薇，你觉得那个人是不是公认的害人精？是。那个是嘴里总有别人的不好，这个人。对，但是呢，他其实就是我收到的信息也都是别人告诉我的，他当面对我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展现出那种敌意啊什么之类的。当然，谁会当面对你有敌意呢？我们也是知道他对我们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儿才知道啊。二把刀啊，对我有敌意。二把刀对你没有敌意。二把刀，我觉得对就是对很多事情的理解其实很浅，其实他跟灰灰有一点点像。他比灰灰好多了吧，聪明多了。或者说灰灰给我们的印象是跟给别人的印象不一样的。我觉得灰灰在我这也挺好的，灰灰在我这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可能不聪明，这是最大的问题。我跟灰灰所有的，就我对他的不满都是因为他不聪明。但是你要说灰灰吧，还好，我觉得灰灰在我这分儿还算及格。但是他就是灰灰在你口中，就是你转述给我的灰灰的形象，在你这就是忽高忽低，就突然有一段时间你会和我夸他，因为我跟他的问题是什么？我跟灰灰的问题是什么？因为他又是我的助理，又是员工，又是演员，所以他太复杂了，又是弟弟，那他太复杂了，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有的时候就是作为弟弟来讲的话，可能会觉得他其实年纪很小，他做不到也就无所谓。但作为员工来讲的话，我就觉得他做不到一些事情，造成了直接的损失，我就很生气。因为我本身是那种，我还挺单系，就是怎么讲，挺爱憎分明的。就是如果我朋友不喜欢这个人，我会跟着他一起不喜欢。对啊，咱俩都是爱站队的人。对，结果咱俩跟着他站队，然后他又突然又叛变。对，我就在说这个事情，就是他来回反复，我有点跟不上你。我从来也没有说特别讨厌一个人，或者说讨厌这个人，讨厌一辈子。对，就是因为你对所有人都是很暧昧的关系，就是我所说的暧昧，就是对这个人好感暧昧，不是对这个人暧昧。是。就是因为我这个人，你比如说，就是你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害人精，就哪怕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害人精，我再见到了，我依然可能会跟他喝点酒，然后聊聊过去，可能这就是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对，然后聊开了，然后就觉得没事了，没事了，大家年轻的时候都有做不好的一个，而且只是就是可能点面的那种，所以就是可能就是一下就释怀了。就我是这样的人。你们说的害人精到底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就害人精到处就是挑拨，说人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哎，他就比如说他会跟我们说，你知道龙二最讨厌谁吗？那他跟谁说过你的什么坏话？说过呀，
说怎么说的？曾经就是他拍完戏以后，然后他没钱了，因为我们的剧组就我们的演员都是没有片酬的嘛。然后他拍了我的戏，又拍了2季，谁呀声音那么大，小点声，这么烦呢？又是小薇，关了，就是他就是我剧组里的所有演员其实是没有片酬的嘛，然后有一个演员跟了我们两部戏了，然后拍完这部戏以后，然后他就分手了，他回那个他原来住的地方，他就分手了，分手之后，然后他就没钱了嘛，因为他之前好像是对象更多的去照顾他，然后他没钱了之后，然后他就找我借钱了。然后我就说那就借呗，因为本身对于我来讲的话，人家帮我演了两部戏了嘛，而且借钱我就说那借呗，然后借了以后呢，一开始我没打算要，但是他说是借嘛，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我谈了一个就是捞女嘛，然后那段时间也没什么钱了，就是现金没有多少了，然后我就试探性的问了一下。我就说这个人，我说那个你能有钱，你要有钱的话，你那个我把那个钱要回来，因为他当时也是说借1个月，下个月就还。后来我其实没打算要，但是因为处的对象没有钱了嘛，然后我就寻思那这个钱要回来给对象也行，我就试探问一下，他说那个他说图图行，那个下个月还你，我说行，紧接着下个月也没还。然后我就又是死马当活马医，我就说那个这个钱你那个能还吗？他说能还，他说这段时间确实没有钱了。我说那你能还的话，那我就又等。紧接着，然后我当时最好的朋友丹青，给我发了一个那个截图，大概是那个害人精跟丹青的一个朋友说，就是害人精找丹青的朋友借15000，然后聊天记录丹青的朋友给丹青发过来，因为丹青的朋友知道丹青和我是好朋友，所以丹青的朋友就把那个害人精跟他的聊天记录发给丹青，然后丹青发给我，大概的内容是什么呢？你那有没有钱啊？我想借15000，从你这拿15000。我想把百里屠夫的钱还了，我特别烦他，赶紧把钱还完他就拉倒了，我不想，就是大概的意思就是很烦我，然后就想把这个钱还了之类的。谁呀？我都忘了这件事了，炮友。那个不是炮友去了，那个炮王，炮友。我记着，炮王，我记得那个截图。炮王。哦，他跟炮王也认识啊？他不就是跟炮王可能有过什么吧？我都忘了这件事了。他还找那个炮王，他居然找网友借了15000嘛？炮王应该没借他吧？不知道，反正就是截图上表现的，就是说，哎，你赶紧把那个钱还了吧，然后就不要烦死了。赶紧借我钱，那个就烦死百里了，总共地了，就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这个截图就被我看着了，我看见以后，然后我就生气了嘛，我觉得我他妈借你钱还借出错了，你还他妈烦我了。然后紧接着我就找他要这个钱了，要这个钱，他说图图暂时没有怎么样的。然后我说那你抓紧时间吧，我也没告诉他这个就是聊天记录这个事儿，说你抓紧时间，明天必须得还我。本来我不想要了，那你说我坏话呢，我就要呗。然后当天就是下午我要的，晚上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哎，怎么了？没什么，就突然好想你啊，开始跟我玩暧昧了然后第二天我就说我说没什么事儿，然后第二天，然后我就找他要，然后他也没有。我说你别给我来这套，我说你今天必须得还，你不还你怎么弄的？说我看到那个聊天记录了，我扒一下，然后我说我看着了，
谢谢时光123的跑车。啊，朱哥来了。然后我就就是刮一下，我就把那个聊天记录我说你必须得还，你要不还的话，你给我的聊天记录我都会在微博上剪。然后他还在给我在那解释七扯八扯的，然后我就没搭理他，然后他把钱还了，这个记录现在还在。为什么现在还在？因为他后来你知道他还在他的直播间里是爆料了一些事情怎么样？我说你爆料那点东西都是我自己直播间里讲的。我说你爆料这些干嘛呀？我说这些东西有什么好爆料的呀？我说我直播间里的那个网友都知道，而且这算什么爆料啊？他大概的意思是说，啊，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百里的所有的剧都是有人投的，不是放屁，他妈当然是有人投的，你知道吧？然后紧接着你知道就是成龙大哥，他找成龙大哥拍了那个东西，然后不给成龙大哥钱，也是跟成龙大哥玩暧昧。啊，这个我知道。对。然后我问小薇问题，我有一个好奇的问题，就是小薇在剧里边有个 CP 吗？小薇剧里有 CP。对，就是小薇最终的归宿。小薇对这个人的评价怎么样？这个不能提吧？这个你们聊天也太直接了吧？什么？那他一播出，大家都知道对他的评价是什么了。你们现在不就是评价人的吗？我们没有说是谁呀、我们评价龙二吗？评价什么灰灰？龙二，我们评价的很客观呐、就是让小薇客观评价嘛。那他肯定说谎啊！啊，他不能说不好啊！啊，谁呀？他想听你对冷冷的评价，那怎么能说出真心话呢？哎呀，我媳妇的脑回路跟那个小薇基本上就是相差无几，就你们的脑回路真的。要说吗？可以说。可以说呀，我希望就是说你考虑一下结果，因为我直播间里有好多冷冷的粉丝啊。呻吟干嘛？不是，就是，咋说呢？这个没法说呀，小薇，你不要。其实我和冷冷太不熟了。对呀，太不熟了。但冷冷还蛮好摸的。那小薇，你这个我觉得你可以问小薇这样的问题：你觉得冷冷的演技到底怎么样？演技啊，他有什么资格点评别人的演技因为他是制片人呢，他手里有好几个没有火的 IP 呀。还行吧，他主要是也没让他演啥特别复杂的。你看，你就这么直接点评，他不敢点评，我告诉你。不，主要是不熟，熟了就想说想，我就很担心说一些话之后，因为我们两个就是没到那份上呢。对，你像我们跟龙二吧，可以去聊，但是你要聊多了，其实龙二我觉得也会介意。但是你要浅浅的聊，我觉得因为我们认识太久了嘛，你认识5-6年了嘛，可以去聊一聊。龙哥每次那个见了我之后都说啊，小薇，我回北京去找你玩啊。我说好啊好啊，然后就回了北京，没有联系过我。那你有没有思考一下，就是他是不是真的烦你？特别讨厌小薇。好，你们还想知道谁？就是你们可以问一下，就是真实的那个演技方面吧。我觉得人品这个东西，我觉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或者说他真实的性格怎么样可以聊，或者说就是片场的一些趣事，或者说你们眼里就是他那个真实的这个
你们听说的一些八卦里，就是小薇的，就是关于我的一些八卦，然后你们可以求证小薇，因为我觉得真的有好多的，他不认识温森啊，我认识啊，认识，但是你不能去聊，啊，不可以聊是吗？行，我觉得你不能去聊，行，没有就温森其实。我觉得他还挺在意自己的形象的，然后也挺敬业的吧。温森主要他不了解那个大虎是进军娱乐圈的嘛，我来解释一下这个小张，大虎本来就算是半职娱乐圈的，因为他是主持人。对，他是财经频道的主持人，这个是我们一开始拍戏的时候就知道的一个事啊。小薇评价一些图图，那我觉得这个太熟了，他肯定没有什么好话。但你们可以就是了解一下，就是因为网上对我有一些谣言嘛，你们可以直接就问一下那个小薇。因为我觉得这些我没跟小薇通过戏，你可以直接。对，我不是我特别想问，就是你给那些金主输送那个演员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带上我呀？因为你不够格呀。金主有一个特别强的要求，就是低于200斤。我已经210斤了。小薇最喜欢土豆哪一任？来，可以聊一聊小薇。我希望你仔细思考再聊。最喜欢哪一任？其实就又开始又讲到那个我那个许愿的那一条那个事情了，就是你们真的误解我的意思了。因为他的每一任，我基本上就见了一面，就见不到第二面了。所以我当时饭桌上，我给我姐夫的那个祝福是特别真挚的。我说希望明年还是你。就其实他前面那几个我接触的都很少，接触最多的就是二把刀。这是因为他回北京了。对，他之前在北京的时候也没有对象。对，他第3任不是在北京处的吗？那个时候跟小薇还不认识呢。啊，对，跟丹青认识。是我跟那个第3任那个分手了之后才爱上小薇。啊，小薇懵了。啥呀？我说我跟第3任分手才爱上你的。爱上我？这个事儿我知道，就是对，就是他那段时间大买醉，你有印象吗？喝酒吧，是吧？就是每天喝酒。我还挺开心的那段时间，因为我是爱喝酒的。然后他就跟我说：“哎，这个人很好，怎么样，腿粗。”是吗？我当时有这么评价小薇吗？有。都喜欢腿粗的吧？真是轻浮啊！小薇原来我也是前任，小薇不是，小薇不是，我确实是想跟小薇处，他没有得到我。对，单方面喜欢小薇。对，我当时会觉得说啊，我也算是半只脚就是拍剧了，然后小薇正好是个制片人，开个夫妻店什么的。其实我后面很认真的考虑过图图的建议，就是找一个同行业的，然后一块儿做事儿。但是我后面想了一下，就是你如果说你每天睁眼是他，闭眼也是他，那有点太烦了。不至于吧？不是，你生活可以在一块儿，但是你工作也在一块儿的话，真的就是离不开了。那你不能24小时粘一起呀，我不太行。你喜欢过小薇呀？
当时确实小薇有好感，很瘦啊，怪不得我看见小薇就讨厌。哎呀，这样的对手，这样的对手也是太容易干掉了吧，没有什么挑战性。还好吧，我还蛮迷人的。迷人的郭老师，什么东西？等我出现啊！来，你们对谁还感兴趣？小薇老师很瘦，是没你的时候。18年。对，18年真的，18年又是一个小肌肉狒狒。对，对我那会儿体脂很低。当你好，有奶子有腹肌的。我那会儿和二把刀身材差不多。啊，没有，也没有，也没有。二把刀又瘦。其实那个时候的他的身材比你还我的菜。小茉莉的老板狸猫真实的性格啊，聊到一个小薇特别想聊的一个人。狸猫？哦，那个谁啊，阿赞啊。阿赞，不知道哎，我和他也不熟，我只是喜欢他而已。是你们问这些问题，小薇不敢说。你让人咋问嘛？你又让人问，然后又问了又不让说。不是，那真实的感受，我觉得就是真实的感受就是小薇又喜欢那个狸猫，然后又搞不定狸猫。没有，我也没有，我没有尝试去搞定它。就是我那个时候觉得，狸猫就是那个阿赞，可能对于我来讲的话，我觉得阿赞比我还油，就是他的性格比我油。我俩现实接触也就吃过2次饭，和你一块儿，对吧？就我觉得阿赞，因为阿赞比我还老狐狸，我觉得没有吧？有，我跟阿赞也吃过2次饭。阿赞其实很老狐狸，因为他在职场。对，生日呢，他都不怎么讲话，感觉他在职场真的是老狐狸，我觉得。阿赞本人是完全长在我点上的。也是我在我点上的。哦，你们喜欢那种这个胡说八道的。怎么了？离开深圳之后可以放肆的说话了是吗？他跟阿赞也认识。小大夫在那个网易云上听，叫《大夫与屠夫》。你们可以问一点就是专业一点的问题，比如说那个问小薇，就是我们剧组这么多的演员里边，小薇觉得谁演技最差，或者说投出3个演技最差的人。这个问题 O 不 OK？ 你们要同意的话，让小薇回答的请扣1。就是我们这么长时间的演员里边，演技排最差的3名，你们觉得是谁？然后让小薇来点评。演技最差的，对，3个呀。对，不能违背良心啊，一定要真实。第一个是老板，救命了，晕倒了。他不算是主要演员。那没几个了。其实我接触的就大部分都是芝麻。对。那个小茉莉那几个我没怎么。因为你也看了吗？我所有的剧，你其实都看了吧？你觉得谁演技就是在你眼里会比较弱一点？小茉莉其实我就是我完整的看过一遍，但是我得想一想，有谁呀？看看你怎么圆。
小茉莉基本上都还在线，就没有说特别差的。哦，真的没有特别差的。好吧，那我觉得芝麻比小茉莉要好啊，演技来讲的话。啊，不会啊，我会觉得小茉莉好一些。啊，我觉得小茉莉演技不太好啊，我觉得小茉莉不在线啊。没有，我是喜欢小茉莉那个调调的。啊，你喜欢就是那种偏那个就是交代不清楚的那种表达方式是吧？不是交代不清楚，就是那个画面留白感觉那种。对，我是喜欢小茉莉的，我喜欢小茉莉。画面留白跟演技没关系啊，演技也留白吗？你的意思是？演技，因为他们演的太真实了，你很难去说谁演的不好。真的好无聊啊！这小薇感觉不好玩了呢，怎么？不是，你就想你《芝麻2》里头，就是卡卡、小馒头，然后那个川田，还有谁没了吧？你说的是芝麻1。芝麻1。对吧？就他们3个呀。还有那他们3个，龙二啊，还有我呀。就是肯定龙二肯定不在范围内啊。对。就他们3个，你说谁演技差呢？那就只有卡卡了。就是那几个，就是如果说和其他人做比较的话，对吧？我不是说他差，就是我是说他差，因为他真的不背台词。他不背台词，所以导致了大量的 NG。但是你对于这一季你不背台词导致大量 NG，有什么想说的吗？你会不会觉得我没有？你会不会觉得我就是你会不会觉得你这一季会火？我还好，因为我当时我周日拍那场戏的时候，我就在想，就是完了，我这拍完肯定又要成为直播间素材了。然后就一边想着越想越背不下来，越想越背不下来。前头没问题，就是后头最后一段那个大段台词，你知道那个百里屠夫他写台词啊，永远都是比如说我俩对话啊，我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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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一堆，他说是的，我再说一堆，对啊没错，我再说一堆，好的。就因为我是主角，而且我是那种深沉的主角，所以肯定就是台词量要简单嘛。感觉店长最深入人心，来评价一下这个评论。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嘛，就是我说了那个卡卡他本人是很容易让人喜欢上他的一个状态。就是你喜欢的其实不是他那个角色，你喜欢的是他那个人。啊？不是吗？你说反了。因为我当时不是发了现场花絮吗？就我觉得，因为我发完花絮我就知道，就是卡卡是容易火的。对啊，这个没错啊，你不能否认人家这一点嘛。是，我大概懂你的意思了。对，我才懂。就他虽然演的不好，但是他是他自己嘛。谢谢拳头大哥的，又是个新的特效。谢谢拳头大哥的华丽变身。我看这边，那个照不到你了，没事，那照不。我的头是飞哥啊。小茉莉，我忘了谁。其实那个小嫖客吧，我觉得他演的就是他演的太，怎么描述呢？太抖音了。那我跟你想法真的不一样。我觉得小嫖客演的蛮好的。我觉得小嫖客在片场的那种表达力和灵气，其实是这样。我想给他加戏的。可你私下不是这么说的呀？小薇，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你分不清什么时候该开玩笑。你也是这么说我的。不要开玩笑了。
没有，就是因为我刷到过小朴哥的抖音，他就是怎么讲呢？因为其实小薇就是情商，就是真的，你不要跟小薇学，小薇情商有一点点低，真的。不要跟小薇。我没有说他不好啊，我没有说他不好，什么时候该开玩笑的时候，什么时候不该开玩笑，他分不清，这就是情商低，这一定要。咱们这是一个反面的教材啊，咱们千万不要这么学。没有，我没有说他不好，就是因为他的那个他的抖音是很火嘛，就是他是适合去做这个短视频类的这个状态。看结果呀，他的流量是很好，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他在片场，他也是背台词的，而且他的就是他就是过的几率是很大的，他对台词的理解、人物的理解是很准的，跟他流量大小没关系，你不能看这个东西啊。不是，我不是在否定他，我也不是在否认，我只是说，就是单从我自己的观感来说的话，他的那个整体的状态就是太抖音风格了。我没有说他不好。这个角色他就是这样，你要知道。其实你知道小茉莉这个最主要的那个男一号，其实就是小朴克那个角色。我想拍成一个就是名媛成长史的，但是因为这我又要爆料了，因为他当时是有工作，然后有工作，他来了以后他有工作，然后但是呢，我们其实就是剧组啊，就是他只给我5天时间，但是剧组可能会有一些杂七杂八的事儿，然后他就5天之后他要去工作了。然后对这个你和我说过，就是说他很敬业。对，因为他大概只拍5天时间，然后我就说那5天时间我尽量赶，但是其实大概好像是第4天还是第几天的时候，然后我就临时要给他加戏，然后但是他他不是。就是他给我5天时间，然后5天之后他要出去玩，然后第6天他要工作，他大概只有1天休息时间。然后结果他拍完5天之后，我们没拍完，我就寻思他就是能牺牲他玩的时间，然后因为我是给他加戏嘛，所以我就说，我觉得他应该会理解，然后他就直接就是我说你等一等，因为剧组那个时候我自己在忙不过来。然后他晚上的时候，他没有等到通告，然后他第2天他就直接出去玩了。然后玩了以后，我就说你去哪儿了？他说我去哪玩的。然后呢？然后我其实，这个事大概我也说不清，反正就是其实他还有时间拍摄的，但是他选择不拍了，然后出去玩了。这个我其实蛮失望的，后来我甚至给他剪了一些戏，因为我觉得他不能成为主角了，因为他就是你给他加的戏是让他丰富这个人物，如果说那个丰富到一半的话，你就得把之前加的戏甚至减掉一部分，这个他的人物线才完整。小薇还让2把刀去检查吗？小薇还在吗？小薇还在吗？他也不想说话。这点我回答一下大家，我们检查过了。所以你是因为小薇的提醒才让我去检查的？是的，我表面上你知道，小薇跟我提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表面我就说，哎，查什么查呀？我相信他。底下我就跟你说，要不检查一下。那如果小薇不提的话，是不是你也不会提这个事情？还是会想着说要检查一下，但是我可能没那么直接吧。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正常的，你把它当成婚检就好了呀，对不对？也对，对。
这点。对啊，你两个人结婚之前不得看一下对方是不是适合生孩子？对，这没什么错。然后芝麻二都还行吧，但就是芝麻二只有，我觉得不是我不满意，是你不满意。芝麻二啊，芝麻二拍摄的第一天，然后因为贺瑞和灰灰的那一场戏特别不好，然后我们 delay 了一整天。那你觉得他们演的好吗？一般吧。没有到不好。就凑合事儿能过。啊，就在你眼里那是能过的。如果赶进度的话，是我可以忍的。哦 ，OK。但是你不赶进度，所以可以重新来。就是我会觉得第一场戏怎么这么差呀？紧接着我就不想拍了，拍了一整天，一条都没过，好像是。就是台词的断句啊，然后那个整体的表演的状态不太对。他俩都不太对吗？对，他俩都不太对。这是很让人头疼的点。但是其实我说实在的，就是其实有很多场戏，其实我觉得可能更在乎的是演员的感觉。如果演员本身他不在状态的话，怎么都不对。演员在状态，哪怕他断句断错了，我都觉得说啊，这可能是另外一个理解。确实，拍戏是很痛苦。芝麻是卡卡，芝麻二是慧慧跟贺瑞。就这三个演员演技最差。什么呀？你怎么还没有跳过这个问题呀？我们现在只是单纯的在讲拍摄中遇到的一些小插曲。但其实小茉莉，我不知道谁差吧，我只是说，因为我只对小嫖客有印象。然后这一部呢，可能是我吧，因为我状态不对，中间有很多戏其实我是演不出来的。Islands 的问题。因为我其实我这一次拍的时候，我现场我就和图图说过很多次，我说我演不出来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演。我觉得是因为你长期工作状态下，你有点神经紧张，然后又有点身体的状态，因为我觉得你片场有点发呆。是。我觉得是身体的问题。其实小薇她，我记得小薇其实演技来讲的话，对于我来讲的话，她其实是芝麻一的就是前面几位，就是她演技其实是 OK 的。但是这一期她演的为什么不好？我就觉得可能是做完手术啊，包括疫情之后啊，其实大家的注意力啊，包括脑力啊都不太行。我就觉得没办法。其实刚开始我和图图演的都不太好。对，我也不好。因为他这一次就是我们还是要稍微赶一下进度，又压缩时间。整体的他又他要管东西太多了。剧本其实改了很多稿嘛。拍摄前2天还是前3天才最终定稿。对，量太大。其实留给大家去熟悉那个剧本和角色的那个时间不是很多。然后最开始想让我演那种，就是北京的那种大姐，就是我因为我生活中不是那种。她其实她就不是大姐，她是小姐。对，我是个贱货。贱货。你让我演那种就是气场很强的人，其实我和我本人不太相符。就我是因为我太懒了，就是在我的舒适圈里面我是能演出来的，但是一旦跳脱我的那个舒适圈，我可能就有点费劲儿了。
但珍珠项链很有气场，他可能演姨，演那个参加婚礼的那个远方亲戚大姨。你说让我放，其实我是能放开的，但是就是不太对，不是我的那个。而且我觉得确实演就是你的角色，你要去熟悉融入它，我觉得需要一点时间。对。丹青去哪儿了？你们还想问什么？有人问我演技怎么样？就是小薇觉得叨叨演技怎么样？很客观的讲哦，其实我就是你演完前几场戏的时候，我和图图我们两个讨论过，就是因为会拿你和龙二做对比嘛，就是你整体的感觉是像龙二的状态，但是好像没他那么好。对，但是能有几分像龙二也是你的福气。龙二在我这分太高了，主要是。那你对于就是说你像龙二这件事情，就是你的演技，就是能跟龙二就是做比较，你会不会很开心？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不喜欢跟任何人比较。但是我觉得跟龙二去比较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就是认可呀。我也不会觉得开心。但我3分像他已是角色。但其实后面就是演到后面之后，二把刀是有自己的个性在的。是。我喜欢他笑起来那个虎牙的样子。对，就是看着和他那个本人的形象会有很大的反差。你说这些我也不会原谅你，小薇。你自己做香的孽太多了。龙二那场哭戏真的很好。龙二其实很多戏其实演的都可以，就是他哭戏是最好，但是就是其他的戏真的已经就是轻描淡写，已经演得很好了。而且龙二你看他演技这么好，他还背台词，气不气人？对，但龙二当时最开始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不好的点，就是他的眼神会飘，他会躲。就是最开始的的时候吧，后面就好很多了。你还是喜欢大虎？小薇对大虎了解吗？看过他的照片。那就没办法评价。然后隐隐约约有听说一些别的事情。新剧叨叨和图图的戏多吗？当然多呀。就新剧本来我是男主角，然后我实在撑不起来，就把我的戏全给那个二把刀了。所以我觉得我还是蛮挺小薇的。是。因为剧组这个剧本出来，小薇是男主角的事儿，从第一个不同意。让我赶紧改剧本，让我写第二个剧本，说他不可能当男主啊。对，因为我其实剧本出来之后，就第一版剧本出来之后，我也反复的讲了，我说是那个，我说姐你别，我真撑不起来，我知道你是想让我那个什么，我是想让他风风光光嫁出去。对，但我真的不行，是我自己不争气。想让你嫁入那个王府啊。个人觉得王健也不错。王健是谁呀？我是王健吧？还是那个谁是王健？我忘了。我叫啥呀？那个我在2里面叫啥？忘了。丹青我在2里面叫啥？王健吗？王健是那个谁？
我那个贺瑞吧，贺瑞吧，对。我已经忘了你家二里叫什么了。其实你觉得王健也不错，你觉得是吧？他是说演的不错是吧？随便，我觉得都那个叫主管。哎，我有挺好奇的，就是小薇芝麻一里主管那个叫下一个的那场戏，是他小薇自己设计的吗？什么下一个？面试啊，叫下一个，然后成龙大哥就在下一个，就那场戏。剧本里有吧，应该是。啊。小薇就好像她住在海边一样，那边有海浪花。对，我这为啥呀？好奇怪呀！你是不是又把套套上了？没套啊，没套。哇，海风哎！我操，我是开着啥吗？叨叨喜欢什么角色？我喜欢那个芝麻里的川田。对，我也喜欢。你们怎么可以忘记？因为有一些人不想记起来。就有一些情商，真的，我就觉得评论区里面，我希望你们应该有情商。就这么说，还在的话，哎呦我的妈！你们的情商跟小薇有的一拼。新歌给听的眼泪哗哗的啊！川田那个角色很完整，川田那个角色其实也是芝麻系列里的第一男主，原本是他是第一男主。那怎么没让龙二演这个角色？因为龙二本来他就是来客串的，后来我发现龙二演的挺好的，我就连夜改了剧本。当年是芝麻里的高中。是你们看到的芝麻，其实是我细改，就是改了第2版。高志鹏那个对，川田就是那个不张嘴的时候挺好的。他声音有一点出戏，还是怕家人发现，所以不想拍了吧？第2季我们其实就是拍完戏的时候，他好像就跟我说了，就是他没有完全出柜，然后我就没让他拍。因为他没出柜，所以我就觉得他还蛮有压力的。对。刚讨论高志鹏这个角色不够，碰不到考验吧？这个只有只能说这个演员可能不是你想，因为我觉得大家其实很多人看剧其实看的是颜值，可能这个演员不是自己喜欢的颜值或者说身材，他们就实在不喜欢这个演员。我觉得就是一些搞这些专业里边的人，他们就能分得清楚演员和演技这回事儿，就是观众其实分不清有一点。叨叨觉得新剧最好听的 BGM 叫什么？新剧还没有上 BGM 呢。要强又自卑的感觉吗？因为川田那个角色本来是我来演，就有人演。对，你们后面交换了一下。对，本来是我演川田，就是我演这个高志鹏。我剧里边第一个选择是高志鹏，我要演高志鹏，然后小馒头演这个周明磊。但后来小馒头演不了周明磊，然后我把高志鹏的戏份
又加了一些，然后让别人去演这个我的男配，然后我演了周明磊，就大家普遍演零都演不好，我不知道为什么。放不开吗？小薇，你觉得为什么呢？为什么大家一说零的角色都演不好？零最好演了。对啊，我也觉得零是最好演的。那为什么我的演员都演零演不好？我觉得我好像演零我也演不好，因为我感觉会做那动作不是自己平常会做的。那改天我放个摄像头给大家看，你平时做不做这些？那你平时做的比这个剧里还夸张。因为我觉得零的角色其实不讨喜，感觉是不讨喜，大家不愿意演，可能是因为零一般在就是要不呢就是零要演那种大女主的戏，但是一般的零还演不出那种大女主的戏，要不呢零就要演作零，大家都不愿意演，或者说都觉得这个人设不好。大部分人不愿意展示自己女性化的一面，哪怕只有一点点。我不会啊。我也适合演大女主。小薇演零可以，第二季不出戏，第一季看着想笑。那小薇其实演那种小情小爱还可以。对。看小说我都喜欢看强强。强强。来吧，姐夫，你评价一下我吧。评价你吗？你的第一印象就是我之前说的，就是感觉是那种酒场浪女。小薇的第一印象就是感觉给人感觉就是玩很大。后来就慢慢接触，哎，觉得小薇，就是我就是在片场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在那儿站着，然后小薇突然就跟我说那个冰箱里有饮料，你想喝就去拿，然后我就觉得小薇还挺热心的。没有，他家就是收费的那个是。他是卖饮料的。我就会突然觉得小薇还挺热心的，然后小薇第一眼是直男，你眼睛应该去治一治，或者说捐了，然后慢慢就觉得小薇好像不是那种就是看起来不像她看起来的那么精明的那种人，就是感觉还挺对，他还挺有亲和力的，我觉得。对，其实小薇是完全不聪明的人然后你会在他身上看到那种质朴傻傻的，甚至有一点点缺心眼的那个状态。那在我破坏你们感情之后，你还这么想吗？就会觉得很恶毒，就人丑心坏。小薇憨憨的，小薇很可爱，对，小薇交朋友没问题，谈恋爱千万别跟她谈恋爱，千万别跟她谈恋爱。我其实我有段时间我觉得自己挺讨厌的，就如果我要是和一个我这种性格的人谈恋爱的话，我也受不了。不是那个你爸爸那天跟我们透露了一个点嘛，就是小薇那个曾经直播痛哭，为了我痛哭是什么？就是咱们面对面的去形容一下那天。对，丹青知道，我那天哭完我还和丹青说来着。好像那天我也在啊。对，我不知道。丹青还制止了我在那说一些乱七八糟的话。不是直播吗？对啊，我直播哭啊。当时很多人看见吗？没几个人，我直播间也就20多个、30个。那个咱们让那个丹青的视角说一下这个事情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丹青也忘了这件事，我只记得当时好像应该是个冬天还是什么时候，晚上不是还夏天啊？
然后不睡觉，这个人在那直播也在哭。为什么？忘了。就你和我吵架，然后我就正好压力很大，然后我没跟你吵过架呀。就冷战就是真的。他总干这种事儿。不是，那个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前因后果啊，你们就自己去理解一下啊。我这个事我就说了好多遍了，我都不想再说了。就是小薇，因为她是在大学里边，她就搞话剧，然后呢，毕业以后又跟那个张导他们就是做过2个片子。其实他们，而且小薇又上过大学嘛，就是再加上又在北京很多年，其实他们的那个感觉就是更像大学生，或者说更像一个学者去探讨演技的这些东西，所以他们显得对这个事情的更重视、更专业以及更严谨。但我跟小薇完全不同的点是什么呢？就是我是那种完完全全自己瞎琢磨，然后做的又是不专业，然后又有了一些狗屎运，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他身边人，就是搞这些专业的人会怎么想我，但是我可能自己会反思一点，就是什么呢？就可能说，专业搞这些人的人会觉得我这种人很野路子，对，不高级，然后就是不重视，或者说就是他火的莫名其妙，起码就那个时候，我就是骂声一片，然后在互联网上会有一些那个讨论声嘛，就是，也不是说互联网，就是那个熊圈会有一些那个讨论声，所以我们是有热度的。然后，但是他们认认真真做一些东西，反而是没有热度的。所以我也会觉得说，就是如果说是专业搞这些事情的人，可能会讨厌我。那你为什么要跟小薇冷战？我就继续说呀，后来小薇他们可能做了2部剧，其实质量是在线的，但可能热度其实可能是偏直女、腐女的那些人在看，所以就是小薇偶然间就知道我们就是那个跟我回家这个热度其实算是有一点点热度的，所以他主动的就找我认识我，然后想跟我有机会合作一下，然后那个时候我正好因为第3任分手了，然后我就每天都喝酒，然后我就约小薇一起来喝酒，从那以后我就跟小薇认识了，且我们就常在一起喝酒，就开始了我们之间的友谊。然后我一开始我对小薇的印象就是说她就是那种专业的在搞影视的人，而且她非常的阳光，而且她身材又是我的菜，然后长得也 OK， 然后那个时候也没发现这么油这么母。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哎，真的非常的适合谈恋爱，对，因为又加上他又是，因为我对这个行业里的人其实是有滤镜的，所以我看到小薇的时候，我觉得说，哎，如果说跟他在一起的话，或许一个做导演，一个做制片会很好嘛，就是2个人一起在这个行业里摸爬滚打嘛。但后来就久而久之的，就是俩人就没有考虑谈恋爱的事儿，因为小薇，我们就逐渐的就变成了朋友嘛。然后后来就是芝麻1的时候，我就找他，我说你能不能帮我做制片？然后他说好，然后他就来帮我做。但是小薇在片场呢，其实他是一个比较负责任的一个人，这一点其实挺加分的。但是后期呢，我们在拍完第1季，然后紧接着就有第2季的，小薇也会到深圳来支持我，然后我们的关系就是突飞猛进。然后因为其实剧组里边演员他的思想是一样的，制作方就是制片人和导演的思想又是另外一样的，所以我跟小薇是心灵伴侣的那种，就是在剧组可能6、7个人、7、8个人的剧组里边，就是可能还会搞小团体，所以我是被演员是排挤在外的，只有小薇站在我这边，因为小薇的视角是制作方的视角。那个时候我甚至就觉得小薇跟我很亲近，然后很志同道合，我就把小薇看得很重要。紧接着我们就筹备跟我回家3还是芝麻3的时候，然后我就写了一个剧本，然后我就给小薇听，然后那天丹青也在，我们仨就在酒店里面去探讨，
然后就探讨的很深入的探讨，然后就聊完了之后，小薇给我的感觉就是说，他听了，但是他没认真听，他会给我提一些意见，但是这些意见明显的就是他没有仔细听这个剧本所提的意见。他如果说完完全全听了的话，他不会提这些想法，因为这就是很低级的一些误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然后他就说啊，行吧，那行吧，你如果你这么想，行吧，就那种，就是表现出一种就是好吧，那个你的剧组，你的制作烂，不关我的事儿，反正我跟你说你不听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想起小薇，其实很多次他都会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什么呢？他有点看不上我们的东西。他有点看不上我们的东西，然后每次我很认真的在跟他探讨的时候，他就有一点点漫不经心和有一点点就是就反正我看起来是非常不舒服的一种状态。然后你就敏感了。我不是敏感了，再加上那个时候吧，那个时候还有一个事儿，就是那个喜欢我的那个大哥，然后那段时间因为我不去深圳了嘛，然后我就我跟这个大哥不是就是在一起之后也就没在一起了嘛，没在一起之后，这个大哥其实就约小薇，约小薇出去玩儿，然后小薇吧，她是没脑子的人，你正常这种事儿吧，不会跟我说，因为你知道一点吗？就是因为那个大哥跟我在一起过，或者说那个大哥就一直表达的是很喜欢我的状态，但是他又跟小薇扯，我觉得小薇该做的是什么呢？你要跟这个大哥有一些接触的话，你不要让我知道，你要是考虑我的话，你就不要跟大哥有接触，但是他什么事还来问我。小薇是那种，那个大哥约我出去吃饭，然后喝酒，我该不该去啊？我说那随便你啊。我说那个怎么样？他说啊，我觉得我要去的话不好。我说没事儿，我说我跟他也没在一起了。然后，我觉得小薇这事实都跟你明说是挺好的呀。但是你知道又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他可以明说，我觉得这都可以明说，但是他会跟我说很多细节。很多细节就是说啊，他带他那个去了哪儿，因为毕竟我跟他在一起接触过。其实我听到那个人又带小薇去做了一些跟我没做过的事情，我不是怨小薇，但是我会有一点点就是怨那个人。那个人在外边就说有多喜欢我，然后紧接着跟小薇又做了一些跟我没做过的事情，然后我其实就有点烦了。我那个烦不是因为小薇跟那个人接触，是因为小薇什么事都跟我说，然后那个人跟他做的事也跟我说，我就很烦，我就觉得这个人是不聪明的一个人，我就是不希望他跟我说了。然后那段时间小薇就跟我说一点，就是他又说那个大哥对他啊，就是只是嘴上对他好之类的，其实没实质的工作上帮助他，这一点就惹着我了。你知道惹着我的点是什么吗？什么？是我会觉得说，你跟那样的一个人接触，因为那个人其实是行业里边很厉害的人物。作为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跟这些厉害的人就是相处啊、认识啊，其实已经是一种收获了。那如果说别人不帮你，然后你也没给别人什么甜头，人当然不帮你。我觉得这些事儿你就自己消化就好了。他又跟我说那个大哥就是怎么不帮他怎么样的，我说那我就更烦了。我说首先第一点啊，人家不帮你，然后你就说人坏话吗？或者说就是不认同人家吗？人家对你也挺好的呀，人家带你去参加那个什么饭局啊，然后也给你介绍资源。是小薇这个人其实我插一句，我没有说人坏话啊。你就是在说。你说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啊，他其实实质上也没帮我什么，因为那个人啊，那个不算坏话，我在陈述一些客观事实啊。你不应该这么说。那你少来吧，人家小薇一直都是站在你的立场上的。不是，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就是你有没有觉得小薇跟你说这些，是因为她觉得你们俩的关系比他们俩的关系还要好？我不是说在意这一点，因为这个事情
如果说小薇真在意这个关系的话，我觉得小薇就直接不跟他接触。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是他让我和是百里屠夫让我和他接触的。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俩一起接触吗？是你听不出我的情绪。他一直在跟我说，哎，他约我出去，我该不该出去？我说那个你自己看着办呗，因为我那个时候天天在开酒吧，我忙得要死。他跟我说，哎，他今天约我出去了，哎，明天那个约我出去了。我说你俩处就处呗。他听不出这个语气，你知道吧？他甚至会觉得说我在推这件事情。其实我是会觉得说，这种事你自己去安排就好了，我忙得要死，你知道吧？你就想想，你就换一个角度，就是说你的好朋友跟你的前男朋友有接触，然后还我能……你少来吧，人根本不是你前男朋友，你也讨厌那个人要死好吗？但是毕竟我跟他接触过呀。比如说，哎，那个丹青，咱们就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如果说我跟齐哥，我跟你家齐哥接触了，或者说你家齐哥追我了，那我跟你说，你是什么态度？我会送你锦旗。那不就一样的道理吗？不是一个事儿啊。这个东西你不明白吗？就是，比如说啊，你跟谁是好朋友？你跟我，就是你跟小薇是好朋友。你跟小薇是好朋友，然后那个，你跟我分手了以后，小薇说，哎，那个图图那个追我，你说我该不该接受他呀？你什么感受？没有说我们没有那样。你什么感受？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让我去说，因为你是我很好的朋友，我不是说因为这个事儿吃醋，我是觉得小薇你不能这么处理事儿。小薇知道你跟他那个人的关系吗？当然知道啊，所有的事我都跟小薇说。知道你跟他接触过。所以小薇是一个，按照我的思想，我觉得小薇是一个，就是他脑子不太好的一个人，他脑子不太健全的一个思想，所以他没有恶意，但是这个事儿真的会让人很不舒服。然后我就说好，那你就接触吧。我说你不用啥时候跟我说，我说我不介意的，反正你俩在那个就是北京，我说那个或许他对你有些帮助。他是我的点其实就是就是看能不能工作上有点帮助的那种接触，不是那种情感的接触。我觉得你无论什么接触，人家带你出去应酬，然后给你介绍人脉资源，然后人家都给你介绍了，是你自己抓不住这个机会。人家带他去吃饭，然后里边都是一些搞这方面的人，然后他让那个人让小薇加这些人，然后小薇自己不会跟人家沟通。小薇是那种就是什么呢？小薇是说啊，那个他要是真喜欢我，他要给我介绍资源的话，是让那个人直接给我干事儿。小薇是这种思想。小薇跟我说的是啊，他给我介绍一些人，然后加了一些微信，也没什么用。我听了我就烦了。小薇跟你们不是一路人。对，他的思想太，就是情商就是，当然是朋友很没错，但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他要是作为合作伙伴，作为社会上的那个人员的话，我觉得他情商其实是不过关的，你知道吧？他有点什么事都想捡现成的，就那种感觉，他没有自己获取东西的能力。你说就是哪怕是你的男朋友。有几个男朋友能做到，就是说把所有的东西给你，对不对？没有那么过分。能有几个人说能把东西都给你喂到你嘴里？我觉得那个人其实虽然说他是跟我接触过怎么样，我也就是受不了他的性格，我俩分开了。但是我觉得那个人做的一点都没错，那个人只是约小薇出去吃饭，然后又带他去应酬，然后又给他介绍人脉，然后让小薇加了一些人，那些人也加了小薇，然后小薇加了之后不知道该怎么去跟这帮人聊天儿，然后他会跟我说，他说那这个关系没什么用，他也没帮我什么，他会跟我吐槽这些东西。作为朋友的吐槽没关系，但是你反反复复的吐槽，我就会觉得说累。在那个时候，一方面我会觉得说
他看不起我的项目；第二点呢，他吵得我烦了，我就不跟他联系了。你把他拉黑了？没有，只是不联系而已。他给你发消息你不回复他吗？没有不回。不是，我们不是因为那个事儿不那个那个冷战，是因为说剧本儿。对，就说剧本儿，就感觉他就是明明我解释的已经很清楚了，就像我跟那个就是我在剧组里边我说了，就是你知道吧？你记不记得我跟黄夫妇，我们在探讨剧本的时候，黄夫妇会跟我提一些他的建议。我说你这些建议跟这个剧本没关系，因为他就没读过剧本，他给建议。小薇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他听了，但是他没仔细听，所以他又会给我建议，让我觉得非常不被尊重，所以我就烦了，我那个时候就不想理他了。节目效果仅供参考，也没有到说那个就是拉黑的情况，或者说就是闹掰的情况，就是我就单纯的说，哎，小薇你不要跟我说话了，我觉得有点累，就这种感觉。那小薇给你发消息，你还回复他，那也没有到冷战的地步吧？但是就是我没有，我们后面也没有发消息。对，因为我俩后来就没有发消息，很默契的在冷战。其实我不觉得那是冷战，我只是会觉得说，可能有些朋友可能只能走到这个距离关系。能懂吗？就是有些朋友可能就是不太适合，就是说共事啊，或者说就是那种特别亲近的去分析彼此的心理感受的那种，所以那个时候就很自然的就是不分析。因为其实我作为怎么讲，就是他在和我聊剧本，然后问我说，哎，你这个东西你觉得怎么样？我会根据我的听感来去给他提一些我的建议。因为当时那个本我觉得就是没有什么冲突点，你要是想抓人的话，他就是要有冲突点。我就在和他讲这个事儿，他就觉得你那个blah blah blah blah。这可能是你的理解，就是那个时候就很自然的，就是就是觉得不想再过多的去跟他去，因为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说他是就是灵魂人物，或者说就是剧组的，他能给我很多建议，但是我就会觉得不是了。对，就不联系了。就是你对小薇的期待有点太高了，然后觉得他没有。不是，我不是觉得对他期待太高了，我甚至会觉得小薇我没有对他有什么期待，但是我觉得小薇跟我想象的就是，一方面是我单方面觉得他有点不认真听我的剧本，有点瞧不起我的项目，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他可能对别人的帮助都不太接受和理解，就是可能会有这个问题了，就是因为就是多方面的嘛，他不是说因为一个事儿。就是我就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圈子吧，就是影视圈儿，我那个时候刚刚就是了解这个圈儿，所以我会觉得说那些大人物真的没有必要帮你。所有的大人物没有必要帮你，包括给你投资的人没有必要帮你。如果说帮你的话，他一定是信任你这个人或者认可你这个人，他才会去咔一下帮你，而且他一下会帮你很多很多东西，而不是说因为你长相是他的菜，那些大人物就会帮你，不可能。那些大人物之所以成为大人物，他一定是非常小心谨慎的一个性格，所以大人物欣赏你才会帮你，大人物了解你才会帮你。我觉得小薇那个时候就有点太把事情想得太简单，然后又有点瞧不起，就是对这个世界有一点点无知，然后我就觉得我不要跟他聊了，那种就觉得不是。我当时和图图说的那个也不是说也不是在抱怨说什么。什么他没帮我呀什么之类的，我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的那个就是那个大哥他接触的圈子里的那些资源，我可能用不着，那个有点太大了。然后呢，其实中间就是反正就是冬天的时候，
有过一次说，哎，可能要拍个什么宣传片儿，然后我跟着去聊了一下，说什么下来20来万什么之类的那个，我听了，就是我当时听完这个事儿，因为我接触的那个客片很多，我过去之后我看了，包括他现场的那个就是那个公司的一些什么环境啊之类的那种，然后又了解了一下他的诉求，他是一个做那个生物医药的。我就在想，他其实人家不会花这个钱来做这个片子，对于他来说，对于他们那个公司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做这个片子，他做这个片子对他的帮助不大。然后呢，他当时大哥意思就是说，哎呀，聊吧，说不定就能做的。其实是不会做的，就是我去看一眼就知道这个人他到底有没有意向会去做这个事儿。小薇，那你现在能理解我的想法吗？什么想法？就是，我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就这个事儿吧，就你没错，我也没错，就是可能我们互相对于对方的那个。直播间里，我就问一下，直播间里有没有人了解我的想法？就是直播间里有没有觉得说这件事情我的处理能不能感受到我为什么会这么处理？但是你刚刚的那个，就是你刚刚的描述有点太偏激了，我当时没有这么的，就是像你说的那么的那个那样，是，就是你稍微描述的有点太偏激了，没关系，就这个就是当时的一些状态。我可以理解你，但是你理解我什么？你现在你能不能说说你理解我什么？我可以理解你，但是我不想去说服你，然后你也不要去说服我，就是我们两个对于这个事情不是小薇，我现在都不是说那个单边那个就是那个人家帮你的事儿了。那你现在有没有知不知道就是我为什么？就是你现在你还没听出来为什么？啥呀？就还是陈凯歌跟柳岩那个事儿，其实不是这个跟这个没关系，就是我说的再直白一点，能明白不？我说的再直白一点，这个事情根本的原因是什么？你压根就没听明白。更直白的一点就是，那个人哪怕我再不喜欢他，我跟他分手了，但是他是我的曾经接触过的一任。甚至就是他不算是一任，但是接触过。但其实我们两个就聚会或者说我和他见面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是的，90%的时间都是在聊你。你还是没明白这一点，就是但凡就是你跟你接触过的人，如果说小薇跟你接触过的人，我不会跟他有任何接触，就算是你俩接触了，我不会告诉你说我跟他怎么接触的，他跟我做了什么，你觉得我做的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行为，我就是有一点点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你了，这你还听不明白吗？单亲的前任你去跟他接触，没事儿，小薇没事儿，别搭理他。我还有个好朋友叫肖鹤呢。对，就是你看评论区里，大家都能明白，就是跟我接触过的一个人，哪怕我跟他分开了，也是我主动提的分手，但是呢，这个人我不想接收到任何的消息，而且你跟他接触，然后你还问我，那你说我能怎么去回答你呢？我难道我说不要跟他接触，然后你听不出来这个意思，你还反反复复问我，然后包括你俩经历的一些事儿都要塞给我，我只能说那你俩接触呗，你自己看着办，这才是根本。你到现在你都没听出来原因，然后你还在吐槽，那个时候你还有点吐槽他不好，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你又跟人家接触，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翻过这一篇吧，我没有吐槽他不好。你真的就是，那你是不是跟他接触了？你能不能懂我的那个点？就当我是懂了。你都没有懂，你能懂？不是，不是，你不要去说服一个金牛座，也不要去说服一个狮子座。我干嘛说服你啊？是你有一点点，就你情商真的很低，就是在这方面情况。对，我情商低。不是，这有什么还不能理解的？就是你的前任，我没有不理解啊，我认同你没有问题。你的前任你怎么可能啊？是，没错，没有问题。少说2个，我们还有2万块钱的底约呢。不是，我俩是正常沟通，没事。对，就正常沟通，但是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怎么可能还会？我就觉得特别奇怪，他俩经历的所有事都要跟我说。所以这样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自己处理吧，我说你俩自己在那个北京，你俩我也不介意这个事儿，然后你跟他接触吧，他能帮你一些东西，不也挺好的嘛。我都已经话说到这儿了。小薇可能是他没有带入到你的视角去想这个事情。滚出去，让我们2个闭嘴，什么鬼东西？以后啥都不跟我说了。那怎么不可能？不是，我们2个就是节目效果。不是，评论区里有一些人也脑子不好，我说的还不够明显吗？不是，就是我俩没吵架，你们不用太当真这个事儿，我俩都这样了，都这样了。你这句话被恶意剪辑了。啥呀？他们说那个叨叨，我啥话呀？好，那个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小薇曾经她的前任的事儿，我能说吗？小薇，啥事儿啊？我就说明我的态度啊。小薇有一个前任，可能小薇怀疑他，怎么地了？能说吗？这个事儿？啥呀？你在说谁？哪一个？你前任，你怀疑他怎么地了？哦，可以说呀。小薇有一个前任，就是他那个前任就是扶不起的阿斗，然后也不工作，然后也靠着小薇养嘛，然后又找小薇借钱。然后有一天呢，小薇就跟我们说他怀疑他那个前任可能出轨了。因为他好像是发现聊天记录了。他看那个人的聊天记录了。翻手机了。对，翻手机了。然后不是因为那个视频吧？不是两个事儿，就是第一个是聊天记录，开始的一次，第一次的时候你记得吗？就是你说分吧，然后他说别分。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具体的事情，就是小薇看他的聊天那个小软件聊天记录上面写，不是小软件，是微信微信那个人给他说昨天晚上睡得很好。对，就是他前任的网友跟他前任说昨天晚上睡得很好。还有说别的吗？没有了。然后我说那我要看一下你们2个聊天记录，然后他就不给我看。好，这个事件啊，大家记住这个事件。那个评论区里的人啊，你们可以点评这个，你们记住这个关键点啊，就是她看见她男朋友的聊天记录，别人说昨天晚上睡得很好，然后她要看她前男友的那个聊天记录。当时他俩是现男友啊，然后她男朋友不让她看，所以她就怀疑她男朋友出轨了。然后不是，哎呀，你怎么你那你说。就我们当时第2天本来要一块出去玩，然后前一天晚上去 KTV 里面去唱歌去了。然后快到结束的时候呢，我就看他在那儿发信息，因为我平时我也不爱翻手机，就是他在那儿发信息，然后我就凑过去看嘛，看一眼，然后我就正好看到，就是那个人说什么昨天晚上睡得很好，我说这谁啊？怎么睡得很好？我说你聊啥了？我让我看一下，他不让我看，然后我就挂脸了嘛，我说我不唱了，我要走。我就往出走呢，然后就因为好几个朋友嘛，就看我走，就大家都要往出走。
然后他就说那我给你看吧，他跟我生气了嘛，说那我给你看吧，我说我不看了，然后就非要让我看，然后后面说什么说啊我不想让你看是因为我担心你看了生气，我说你担心我看了生气，你为什么要和人聊天呢？反正就最后我还是看了嘛，看了就是说他那天中午的时候去人家里喝咖啡去了，然后我就说你是单身吗？你为什么要去大中午的去人家里喝咖啡呢？外头坐不下吗？对吧？而且那个小薇，你讲故事稍微慢一点，直播间里的人吧，他听的不是特别健全，就是关键点是他跟别人聊天了，然后那个你生气了，然后你让他解释，然后他解释了，他说他大中午去他一个网友家喝咖啡。对，我说这是什么很重要的朋友？他说是不认识的朋友，就是一个网友啊，是一个网友。对啊，你又不是单身，然后你和我在一块儿，你还要中午去别人家里喝咖啡，外头不能约吗？对吧？你哪怕你外头约了，你去喝咖啡，我都不会有什么问题。你去人家里面喝咖啡，然后你还是在你自己不是单身的一个状态下，而且你还瞒着我，对吧？是这个我觉得我忍不了。啊，你忍不了，然后你紧接着就跟我和丹青俩就是说了这个事儿了。对。然后当时你是想分手是吧？对。然后你问我俩的意见，还是就是单纯吐槽？想分手，问你俩意见。好，当下我跟丹青就是不一样。哎，丹青是劝你分手吗？丹青在不在？丹青劝我分手。你劝他分手了吗？劝了。那我就也不是劝我分手，他是同意我分手，然后你是劝我不分手啊？对，就是好，丹青下线，丹青下线啊！我们就是大家评论区里说一说，就是觉得我不让他分手这件事情做的对还是不对？有反转。就是单纯这件事情，大家会觉得说我不让他分手，我做的对不对？就这还不分啊？就是你们会觉得说，如果说你们的好朋友这个她男朋友那个跟别人去网友家那个怎么样？就大家都觉得应该分，是不是？大家觉得我应该劝他俩分手，是不是？就是现在我的问题是，大家觉得我应该劝他俩分手，是不是？劝和不劝分，劝和不劝分啊！来继续，大家觉得我就是从现在的线索里边，我应不应该劝他俩分手？好，大多数来讲的话都是劝我，就是都觉得说我不应该劝分手，我确实也是这么做的。然后紧接下来大概小薇上线，小薇上线，紧接着又发生什么事儿了？没了，然后就还有第二件事情啊，就我分手，就是我真的分手那个事儿吗？对，就是我去出差。好，第二个是啊，咱们接下来说这个是间隔多久了？半年多了吧。半年多之后，小薇又发生了第二件事情。小薇说事情。我去出差，然后1点多回到酒店的时候，就是我刚进酒店，他抖音给我分享了一个视频，就分享完可能就隔了2-3秒，就我看到那个弹窗消息，然后我就立刻给他弹了微信视频，他没接。就是你给他分享视频的时候，他第一时间看了吗？他分享给了我视频，然后你看了，然后紧接着，因为你觉得他分享了，然后你直接就给他弹了一个视频，是不是？对，因为他没睡嘛，我以为他睡了。好，紧接着呢？然后他没接，隔了5分钟左右吧，给我回过来了。回过来之后，就只露了一个脑袋，就这样，只露一个脑袋啊，只露了一个脑袋啊，就这么大。然后呢，背景是个黑色的东西啊，你也别压麦克风，大家那个评审听不见。就背景是一个黑色的东西，就这么大。
然后呢，我说这是压麦克风了，压麦克风了，姐，声音变小了。我说这是哪儿啊？然后我说你这是哪儿呢？为啥背景是黑的呢？啊，他说在家呀。我说家里为什么我说家里也没有黑色的枕头啊。他说他垫了个衣服。我说你垫衣服干嘛？你把摄像头转过去我看一下。啊，一转，哎，在酒店呢。因为好，等一会儿我们梳理一下线索啊，就是半年之后，然后有一天那个他对象给小薇发了一个分享了一个视频，小薇紧接着就回了一个视频给他对象，结果他对象当下没有接，5分钟之后，他对象给小薇发了一个视频，然后发视频的时候只露了个脑袋，然后小薇就觉得不对劲儿了，然后让他转视频，然后这个时候他对象说原本在家里，这个时候他又改口供了，说他在酒店里边。好，咱们继续往下聊。对，然后因为我当时不光是看到那个黑色的背景，我还看到那个有点泛红。我说家里也没有红色的灯啊。然后请去酒店。然后我说你把那个摄像头转过去。他转过去之后，然后他说他在酒店。我说你为什么在酒店？他说是喝了酒，然后朋友的朋友用积分给他兑了一个酒店，给他开了个房，才1点。哪家好人喝酒喝到1点就去酒店了呀？你去喝酒不得喝到个2、3点？而且你在北京，你又不是回不了家，为啥要在酒店呢？好，我们再梳理一下线索啊，小薇，咱们再梳理一下线索。之所以为什么在酒店，他对象的那个回答是说什么呢？是说他们一大帮人喝酒喝多了，然后里边有一个人觉得喝多了就回家不安全，所以就给他对象兑换了一个酒店，所以他对象就去酒店住的。然后小薇的观点是什么呢？都在北京，你怎么会远到不可以回家，而且才1点左右？正常小薇跟我们喝酒大概都是，他觉得喝酒都是2、3点钟才回家，但是那天才1点多，他莫名其妙的在酒店，而且是别人给他兑换的积分的酒店。好，继续往下说。继续往下说。就是我说你这，我说你为啥在酒店呀？那个是回不了家吗？还是怎么着？然后我说你那个朋友是谁啊？让我看看，我认识吗？他说我不认识。我说我不认识，人家为什么要给你兑酒店呢？对吧？然后我说那你不用说了，就这么着，我分手吧。然后我就要分，他就不分呢，然后他也说不出个1、2、3来。你说如果说你真的问心无愧的话，对吧？你让那个人把那个什么积分兑酒店那个截图发给你，对吧？你说哎，我那个我男朋友生气了，然后你能不能把那个兑积分那个截图发我一下，我和他说一下，他真的是积分兑的酒店，然后那个什么啥事没有什么之类的，不啦，对吧？啥也没有，就是他也解释不清楚，然后就分了。好，这个案件最后的梳理是什么呢？就是说，小薇的对象说，兑换酒店积分的那个人是他们一起喝酒但不认识的人。然后小薇的意思是说，既然是积分兑换的酒店，肯定会有记录，那你把这个记录发给我，证明这是积分兑换的酒店。但是他对象依然拿不出这个证据，但是不是我没有让他拿这个证据出来，我只是说，如果说你真的问心无愧的话，这种证据很容易，对吧？呈给我呀，对不对？是。你要真的想解释的话，这些东西都可以给我看，是不是？然后被告方就是提不出证据来，被告方，然后原告其实就是当时就想跟他分手，但是而且他去喝酒没有和我讲，我都不知道他去喝酒这个事儿。是的。你要真的是去喝酒的话，你为什么不能提前告诉我呢？好，原告其实经过了一晚上，原告小薇经过了一晚上的思想斗争，第2天决定跟他分。在分手之前没有思想斗争，我现场就分了。好，第2天把这个事儿分享我跟丹青。不是第2天吗？没有，当天就立刻马上就分享给你们了。12点了，你不是说晚上经历的事儿，但是你是下午才跟我分享的呀？
没有啊，我就连夜分享的呀。哦，那我记串了。可能是第一次你分享的时候是下午。第一次是下午。那他直接就跟我们，就是跟他2位好朋友就分享了，就说了这个事情。然后我方的那个那叫什么？辩护律师不是观察员观察员那个检察官就说，检察官那个丹某，检察官丹某当下给的评论就是说分，然后另外一个检察官范某白某，他说不要分。好，这个时候大家觉得说，作为朋友来讲的话，该不该劝他俩分？好，作为朋友来讲的话，该不该劝自己的朋友这个时候劝他俩分不分？该不该劝分？而且还有一个点就是，他中间他是明显的去布置了一下，就是他拿那个，因为酒店的枕头是白色的，然后他特意拿那个衣服去盖住那个枕头，他就明显不想让我知道他在酒店。这个检察官自己在评论区里给自己加分，你知道吗？检察官引导舆论，这个不行啊。对。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那个实际的情况啊，就是我依然没劝分，我依然不劝分。我说捉奸捉双，你没有捉到实质的内容。然后我当时说的是，这还不实际吗？我们的辩论话题啊，我们今天所有就是大家能不能就是直播间里有些人他分不清我们在辩论的是什么？我们在辩论的不是说他出没出轨，我们辩论的是你作为朋友的朋友，该不该劝你的朋友分手？辩论题希望大家能明白。所有的话题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说，你们根本就讨论不清话题是什么。这个时候我们该不该劝分手？那我方那个丹某就是劝分了那我方的白某第2次不劝分。丹某是结合之前的事实来总结的这件事情。好，我说一下那个丹青一直在说自己的观点，甚至在评论区里干扰大家的想法。我说一下我的观点。其实评论区里有一些人说的就是我想的，我其实会觉得说什么，不要介入别人因果。大家要明白这一点，不要介入别人因果，特别是你的朋友的，因为你朋友其实他的人生你负责不了太多，你负责不了你朋友的生活太多，你不要去掺和人的事儿，你负担，你没有这个权利，你也没有这个义务，你甚至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去负责结果。所以我作为朋友来讲的话，我觉得小薇是一个30多岁的一个正常人，他情商有点低，但是他智力是在线的。所以这种情况下，他所有的因果，他所有的决策应该是他自己抉择。而且其实我的本质来讲的话，我也不希望别人介入我的因果，我不喜欢别人介入我的因果。就哪怕我喜欢再烂的一个人，我觉得这是我的因果，因为我生命当中缺少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人，那他出现了，他会填补我这方面的空缺，哪怕是伤痛，这是我人生的一个收获，一个成长。所以我不去干预别人的因果，我没有这个能力去承担这个风险，所以我不劝分手。就不要去介入，这是我的观点。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实质性造成伤害的是小薇这个人，他受到了伤害，他痛了自然会放了，而不是说我作为朋友来讲的话，我在旁边说这个事儿我要是你的话我就分了，我觉得这种非常的不负责任。
因为咱们平心而论，小薇其实她算是某种程度上的优秀的一个人，但是她可能在恋爱里边她也有她的问题，所以我们根本就不是当事人，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真的怨谁呢？出轨方，我觉得所有出轨方都会有一个理由，那谁又能说这个理由一定是自己的好朋友没有错呢？或者说就算是好朋友全对，那你又为什么审判那个错的人呢？你又是谁呀？你的但是我和丹青，我们两个的状态就是无条件站自己的朋友。这不是站不站，你们没有说，就是你们真的就是完完全全听不出重点。为什么我说有一些人你能跟他去交心，有的人你跟他交心不了，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不是说谁对谁错，是我的好朋友对不对或者错不错。我的好朋友肯定是没错，但是我不能去干预别人的因果。你怎么还听不明白？这不是说我这件事情不是说让我是说你跟你前任谁对谁错，那如果说站队的话，我一定站你。但是涉及到因果结果分手，那我为什么要去劝呢？你还不懂吗？没有，当时其实也没有我当时最后一次其实也没有在征求意见。他是需要一个分手的决心。那为什么是你给呢？说那个事儿，就为什么这个分手的决心要你给呢？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你看小薇单身到现在，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啊，不用啊。就是小薇可能她不觉得什么，但是我们作为我成年人来讲的话，我们就干预了呀。对，就我觉得就很多人就是不劝分也干预了，他妈我不劝分也干预了，你这神经病吧你？你精神不好吧？你们直播间里有些人是你们去看看那个花点钱去那个挂一下那个专家号，你们去看一看，或者说你们去肛肠科看看脑子里有一些那个排泄物没有清理干净，你们去让大夫给你挤一挤。那你当时是劝小薇不分，还是说这个事我不管，你自己做决定？我没有说劝分不分，我说这个事儿你还没有知道最终的结果，你真的捉奸要捉双吧？你这个事儿你没看见呢。背景音杂乱是因为我手机咋回事啊？你这个事儿你真的没看见，如果说看见的话，小薇看见了，她自己会有抉择了。如果你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啊，有些人他可能有这个贼心，他没这个贼胆，或者说有这个贼胆，他做了，但是他没实质的做，他可能临门一脚，他那个人可能就是突然那个就是他，我们考虑一个细节，他为什么那个把那个枕头垫上那个黑的了？有可能是什么？有可能是那个他怕那个白床单、白那个枕套被小薇看见。还有一个可能是什么？他可能拉了一床，他可能就是垫一下屋子。你真的？因为他肠胃不好。什么鬼东西？没成，对不对？这是有可能的，就是你这个事儿你没有经历，这个结果你不能给人定性，因为很多事情都有意外嘛。对不对？那你这个事儿你是怀疑了，对吧？叨叨没听明白，叨叨你听明白了吗？
你给我讲多少遍了这个事情啊？这个事儿我没跟你讲呀。讲过。你们私下还聊这些啊？小薇分了吗？分了。对啊。什么东西啊？什么声音？小薇气尿了。肾不好，小薇肾不好了，小薇出来回应一下，展示肾功能。插播一个小插曲。所以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会因为小薇说你不好，我也会有点生气。就不要讲别人的因果。有的时候我真的希望我通过我的自身的行为，我去影响我身边的朋友，但我身边的朋友完全不受影响，他就会干预我身边跟那个你在一起，真的会有这种情况。那你会对这种行为有一个对或错的判断吗？什么对或错？就是你会觉得他做的是不对的吗？我会觉得，就是作为朋友来讲的话，我是觉得他 OK， 但是作为人来讲的话，我觉得你这不是人该做的事儿，就是不是一个理性成年人该做的事儿。哪怕就是今天叨再不好，或者说他有一身的问题，这个事儿是要我去跟他接触，就哪怕我俩分了，我也不会，我说实在，我不会感谢小薇跟我说了一些东西让我跟你分，恰恰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事儿可能是因为小薇就跟我说了一些事情导致了咱俩分了，或者说有一担心点你呢。就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我身边朋友说你不好，然后可能导致了两个人没有耐心了，或者说有误解了，甚至会有一些没有聊的一些东西，真的是有这种可能。所以我聊这些东西，我就挺希望就是什么呢？朋友是好朋友没问题，但有些就是干预别人因果的一些东西，特别是感情，我觉得感情非常脆弱。身边的好朋友给你一点点这个建议啊，或者说理解啊，都会影响这个感情发展。你就会开始怀疑。当然会怀疑啊，怀疑的种子。我随便说一句话，他都会怀疑。就当面可能没事儿，他回家会思考这件事，思考很久。对，就是因为小薇一句话，害得我跟你差点没处上。对，因为那天我整个人就不对了，你能感觉到吧？我就那天我喝酒了，然后那个我就问他，我说你别在那块装了，我说你狗东西，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忘了，反正我就说那个你别在这装了，你为啥喜欢我呀？我都不知道，因为其实我俩这段感情啊，其实是那个二把刀比较主动方，所以我在就是我会觉得说自己跟他的感情没那么深，我就觉得可能身边的朋友给你提这些建议其实是蛮真实的。然后我就心情不好，因为那天也喝多了。那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你的朋友跟你提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你也非常的受用。他不是受用，他是会思考这件事情。我会思考。所以说你也没有办法完全置身事外。我是跟他们，因为你看看我妈妈跟我说的就是说什么，我妈妈也会跟我说这种话，我也讨厌我妈妈跟我说这种话，你知道为什么吗？她是我妈妈，我俩是亲生母子，但是她跟我说这句话，我也非常讨厌。为什么？因为她没有接触过你，她不了解你，然后这个事情又是一个成年人的一个情感的问题。你作为哪怕是亲生妈妈，你不要干涉别人的姻缘、因果，都不要干预。可能说这个是就是包括做生意。很多时候你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讲的话，你其实很多事情你是有了解的，不是说别人提醒你才会了解，其实你都有判断。但是有的时候你就像我妈妈曾经跟我做过一件事情，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的妈妈做没做过这件事情，就是你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妈妈会给你泼冷水，会说这个做生意不是特别好做的，你不要在那块就是想一出是一出了，就导致你没做这件事情，或者说你们做生意会有所保留，或者说就是猜忌、怀疑、忐忑，没那么自信心了。这个事儿，我觉得做生意失败肯定是大过于成功的，而且有90%是失败的。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身边人应该给予支持，因为失败是必然的。我们要给对方信心，给你身边的人信心是什么？就是说你放开去做吧。我觉得真正对一个人好是给他底气，收拾烂摊子，而不是说从某种意义上去阻止他。你能懂我的点吗？我觉得我真正的好朋友应该是什么？就是说，哎，这个事情啊，那个，你考虑的怎么样？他从我的这个表达里边，他大概有自己的判断了。啊，那我再去决定说不说。如果说这段感情我也觉得非常的差劲，那我觉得我身边的朋友可能给我一些建议，我觉得是也可以，但是尽量也不要给。但是如果说我觉得这段感情非常非常好的情况下，然后这个时候我身边的人就，可是我听说怎么样的，那其实这个很奇怪。可是你们能懂吗，孩子们？人家只是表达自己的看法，你表达的看法其实会影响到很多人。比如说你在网上胡乱的评论，可能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心情，压垮这个人可能最后一个心情就是你的言论。你不要去低估你语言的力量，明白不？就是我真的希望大家都能懂这个道理，不要在网上就是乱给别人建议，就是什么胡说八道怎么样，干预别人因果。所以差一点咱俩就没在一起，真的。我真的不夸张，差一点咱俩就没在一起。因为那个时候，无论说是网上的声音，还是就是身边人的一些声音，我都会觉得说，如此不被看好，让我觉得好麻烦。真的是这样。以后不想跟小薇见面了。开玩笑的，小薇作为朋友来讲的话是没问题，但是我一直都觉得小薇其实，姐夫，我们是一家人。没在一起也许是对的呢。你现在去死，因为你早晚会死，对不对？你现在就去死啊！这个叫天地逆旅的。你别觉得我说话难听啊，我说的是不是事实？是不是人都要死？你现在去死啊！你别觉得我说话难听啊！你千万别觉得我说话难听，我这人接受不了网络暴力啊！你别网络暴力我真的我说话直啊！我只是想到什么时候就说什么了，你千万别难受啊，你心里别有负担啊。你知道有个人，我接受不了网络暴力。现在也有人不看好，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有的时候网络评论真的会影响。谢谢尿的冰蓝玫瑰。现在不看好的人也多了去了，每天都能收到这样的评论。对，因为大家随意的去表达自己的观点，但是这个观点凭什么你来表达呢？对不对？而且我特别讨厌叨叨的一点就是他们可以在角落表达。叨叨是追着去看，就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人在网上去点评，他只要不在我的评论区底下点评，我觉得都 OK 嘛，因为是别人的评论区，或者说他在家里小声的炒八卦，就是聊八卦呀，就是嘀咕啊，我觉得都没问题。叨叨是那种，就是我要看所有人的那个视频底下的评论。其实我是想看他们夸的，但是没想到，我没有集中，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这样，
很多人就觉得我说我刚才很激动，我没有激动，是一种表达，一种着急，并不是说生气啊。丹青，你看，好，我们来话说回来，为什么你直播哭的内容是什么？啥呀？我看不到。拜托，太牛了！啊，匆匆给我带的。来，小薇说一下为什么直播间会哭什么？直播间哭压力大，然后有个好朋友还不理我了。那个时候只有一个好朋友不理你吗？只有你啊。那个时候那个张导不是也离开你了吗？没有啊。你说那个张文爽啊？对啊。那会儿还好吧，就是那会儿只是觉得有点累。所以就是那个时候他会觉得他会有点怀疑自己了，他会觉得说2个金牛座都不搭理他了。他是摩羯。就是土象星座嘛。土象星座，摩羯是土象吗？是对。所以小薇那会儿就觉得你已经认定你是他的好朋友了。你不能，你说话你要有公正可言。就这个事情，我们具体事情具体分析，你不要以一个劝说者的角度，因为我俩没在吵架啊。你说这个观点就好像是说我一直在攻击小薇，然后你这个时候要说啊，小薇其实对你很看重你，怎么才这样的？我没有说这个结论，我在说的是具体事情发生的事情，因为我也没对小薇怎么样，对不对？那个时候只是就是思想可能就是小薇到现在都不懂，我觉得他到现在都不懂我为什么跟他不联系了，他就不明白说前任这个事情，就是就哪怕是不爱的前任，你也不能去接触的事情，他不懂这个点，你知道吧？我如果小薇跟你有点什么，那我就希望他干脆就从此消失，不要再跟我联系了。不是，我会觉得说，就是不要告诉我。没有，这个事儿不再说了。反正就是那个时候，他可能一方面工作压力大，然后另外一方面觉得，因为那个时候张导吧，就跟他的发展有些，我是这么理解吧？张导跟你的发展其实是有一点点就是2个方向了。对，他偏影视了，然后小薇想做导演了，想做那个广告了然后就这样，他俩就是原本是合作伙伴，就像他跟张姐一样，是原本是合作伙伴，但是呢，就是俩人发展不同了，然后公司就是小薇自己在做了，然后那个时候他其实压力很大，然后这个时候他另外一个好朋友又很自然的疏远他了，他就懵逼了，所以他压力大，所以才哭的，是不是？反正就多多少少各个方面的元素都有吧。那你觉得是因为张文爽和那个张导和那个工作压力大的缘故，还是因为我的缘故多一点？都有。谁更多一点吧？你说三个缘故嘛？现在听起来3个缘故嘛？哪个更多一点？3%那个10:3的一个比例。333。啊。333。都是333哦。因为，所以那个时候你在直播间里是喝了点吗？喝了吗？没喝吧。半夜忘了。因为当时在做美团的项目，然后压力很大。然后你又不和我说话了。我没有不跟你说话吧，大姐。然后又想到那个和张爽也那个单飞了，感觉有点。但我现在就想求证一点，我没有不跟你说话吧？那和不和我就基本上就是不和我说话了呀。但是你跟我说话，我肯定会回你的吧？我没和你说话，你也没。哎，你看，这就是他的问题。他不跟我说话，然后他不跟我说话，然后他觉得我不跟他说话。你但凡你跟我说一句话，因为是
内心需求我的话，我一定会跟你说话，而且我一定会在的。他不跟我表达，然后他会觉得说我不跟他说话了，这就是他在感情里也会这样。我觉得他感情里也会有这个情况，他要求别人做的更多，但是他又是一，你知道吧？我不懂。我不懂。你说的我不跟你说话，不是说你跟我发消息了我没回你？这挺好的，分花团体。不是啊，就是，可是那个事情不就是默认的在冷战吗？我没有，我说实在，我没有在冷战，我只是会觉得说，这个人让我说的多明白，他才能知道我不想听这些破事儿。你怎么这么犟呢？我犟什么呀？我真的没有刻意在跟你冷战。你知道那个时候，我拍那个直播间的朋友们，今天晚上。我去上个厕所。今天晚上百里屠夫就是一次都没有认同过我的任何一个观点，是不是？一直在反驳我。我没有在反驳你，我是在说事实。那你想想，你后期就是他在说事实，然后没有对我认同过任何一件事。小薇，你仔细回忆，如果说我跟你冷战的话，我为什么告诉你我酒吧开业的事儿？如果我跟你冷战的话，我为什么告诉你？我说那个，我为什么会跟你说？我说啊，那个我酒吧要开业了，然后我就拍了新剧，你有没有就是要不要一起做？你要不要来那什么？就是我们的冷战不是说不说话的那种冷战，我们的冷战就是那种关系不好的冷战。没有，真的，我什么时候你能懂我的点？如果说我什么时候能懂我的点呀？我要跟你冷战的话，我不会再跟你发出邀请，因为你记不记得小茉莉的时候，我跟你发出邀请的，是你没时间，好像那个时候要做综艺，你没时间。你记不记得？没有，你放我忘了，反正就是不是，反正就是他说要让我一块儿去弄啥，然后就后面就不了了之了，再没说过了。放你个臭屁！对，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理性的一个人，我就觉得说那个没啥事儿，然后只是就是他脑子不太好，情商比较低，那我就说那暂时这个项目不接触了。然后后来我就说那个我有新的项目，我说那个好像是做综艺，我记得非常清楚。做综艺，我说小薇，我说你过来做综艺，我们想做演技类的综艺，我跟小薇一人带领几个新学员，然后一起。那是那个啥，那是那个和好之后了。哎屁嘞！那个狗东西，咱俩就没有吵过架，怎么能是和好呢？一直就这个事儿发生了以后，我俩是很自然的就不跟彼此说话了，都没有吵过架的。对，是我单方面分手。莫名其妙，都是这样。然后你知道我酒吧开业的时候，我就叫他过来了。我说那个我酒吧那个开业你来不来？他说那个要来吗？我说你来，我当然开心了。结果他特别生分的，你知道吧？他特别生分的给我随了2000多的红包，2000还是3000我忘了，我也忘了。反正就给我了一个大红包，我当时非常的惊讶，但是在他眼里可能这是和好的。那个聘礼，他可能对他想拿这个钱，可能就是说，觉得就是他很重视我，然后我其实是受宠若惊，我会觉得说我们也没发生什么事，干嘛就给我一个这么大的红包？因为单亲，我自始至终我都没接触过单亲任何的红包。因为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大事儿啊，就是你就像比如说好朋友，如果说。你是相当于是事业啊，你开了店啊，但是那是我第2家店啊，你第1家店你也没有红包啊，第1家店没有关系没那么好吧？那需要补一个吗？啊，不需要吧？你们2个现在关系也不好啊，你已经变成第2了，第1是我现在。单纯把钱补一下，补给我就行。
财务总监上线了。丹青是个很好朋友，我没说丹青不好，但我觉得丹青和丹青啊，小薇是个很好的朋友，要珍惜，我觉得没问题。我觉得小薇和丹青都是同一类人，他们太感性了，就他们会有一点点，就是说，我觉得就是那个他们不会给我出谋划策的，甚至你跟他们聊一些深层次的东西，他们不会给你建议，甚至都聊不通。因为你是一个主观意识很强的人，不需要我们给你出谋划策。其实，那你们为什么会就说二把刀不适合我呢？那你怎么还会受到他们影响呢？对呀，所以说我主观意识并没有很强。你少来吧。有人夸我年轻。我操！刚刚软件上有个人给我发信息说，给我1000块钱红包，然后去和他那个什么，然后我以为是那个，我还和我另外一个朋友炫耀了一下，结果他刚给我发，那个人是群发的，然后好几个人也收到了。一天有什么可炫耀的？我是非常不喜欢任何人跟我就是说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包括我妈妈。你看我跟我妈妈都多久没说话，也不是生气，我就说，那既然你去干涉到一些事情的话，我不想跟你说了，因为你根本，我觉得真的有一些人，你比如说父母，我承认父母对你人生很重要，但是我觉得父母他不是神人，他的视角不是上帝视角。他的视角是自己主观视角，有一些父母太爱去干涉自己家小孩的命运了。你想想，就是做生意这些，我如果觉得我父母，就是如果说我父母是一个生意上的大亨，他们给我一些建议，告诉我该怎么走，我会欣然接受。但是他们自己也没做过生意，甚至做生意是很失败的一个创业者，他们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做生意，或者说阻止你做生意。我觉得这个不喜欢，我非常不喜欢。不是啊，太干巴了。喝水。这也挺好的，花见花开。因为我觉得很多评论区里的人啊，他们看事情，他们不看事情的本质，看的是乱七八糟的东西。比如说一个人在说一件事情的真实性，他们会说这个人说，哪怕他说的是真的，但是他面相不好，他长得不是自己的菜，他就一定是错的。我很讨厌这种。这不是我爱说的话吗？我总说这人面相不好，他看不出来什么好事。别搁那叨叨了，看你叨叨好长时间了。干嘛呀？谢谢叨叨。不是，我说那个人，我很讨厌别人说用感叹号，所以我不想让你说话了。人说的错呀，我觉得他是正常人。这个人在发的东西是正常人，你也有这个问题。人家说的是正常人，你因为人家发感叹号你就讨厌人，你要把人拉黑，我觉得你也有问题。我和你说，姐夫，你别反驳他，你就顺着他就行了。对，什么叫不反驳我呀？这不是正常的吗？人家在这块发表言论，而且是非常中立的一个言论。我是给他禁言了，没有给他拉黑。那你为什么就想着禁言他呢？就因为他有感叹号吗？你不觉得对人很不公平吗？行，我给他解除。来吧，大哥，继续感叹号发起来。太奇怪了，你不能说，因为我告诉你们，这种行为真的是干嘛你们？
谢谢天奥的热气球，这个图图听了一晚上了。兔今天查封了，不得不说今晚很有意义哦。在这上课了啊。谁上课了？我这个，你什么意思？芒果豆腐，人家说今天晚上很有意义。那人家没说上课呀。你加什么上课？好严格。人均父母没有一个能打过的。他是比较忌讳上课这个词儿吧？听完更喜欢图图的三观很正。我是觉得图图的，就是我觉得他说的这些理解，就是属于很聪明的一种表现。就是我觉得他智商好像就是会比一般人要高一些。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图图看问题的，就是看得很通透，就是一般人可能理解不了，但是他就是能看得明白。就是一般的，所以我就觉得图图的智商应该要比一般人高一点，所以他想问题的角度会更深入一些。笑什么呀？你笑这个？我笑你说我们三个是一般的，那个动作好笑。这个时候不能笑，在陈述事实的时候不能笑。对，严肃一点。好，对。谢谢小张，谢谢小张粉丝团能买。姐夫是不是困了？没有，没困。我就是眼睛有点干。你跟你姐夫说话别那么暧昧，他毕竟是你姐夫，毕竟历史上姐夫跟小姨子容易搞出事来。历史上是谁的历史上？就是两性婚姻。我和张姐前任的那个小伙人名字就叫姐夫和小姨子。啊，你的哪个是啊？什么？没听明白。我和巨帅的那个小伙人名字就是姐夫和小姨子。你和张姐认识那么久吗？我和张姐的前任。对啊，我就说你是后来才标注的吧？没有，我和他也认识很久了，一几年，14年。张姐认识那么久了？我和江姐12年就认识了。哎呦，那会儿微博认识的吧？啊，前两天我们有一个辩题，哎，大家听一听啊。前两天我跟那个小薇还有一个辩题，大家听一听是谁对谁错啊？这个辩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路过一个掉头的路口的时候，小薇说不用管红灯，那个直接就掉头就好了。我说怎么能不看红灯呢？我说你就算不看红灯的话，你得看路牌呀。他说这种路口就应该那个不看红灯就直接掉头的。然后我就懵逼了，我说我那个，我说科目1大家怎么学的呀？他们就说那个就是左转弯掉头不用看，就直接掉。我说你们得看看人家那边是不是有左转灯，或者说那个你直行灯是不是变绿了你才能左转。
然后他们就说啊，对对对，你不用跟他犟，你不用跟他犟，百里说的都对，你不要想着啊，你不要混淆概念哦，是掉头不是左转。是掉头啊。你刚又说左转，你不得看左转灯才掉头吗？不用啊，你要看那个是什么线。是啊，我们那个线是我的辩题是什么？你必须得看具体情况，你才能。你说的是不管什么你都能掉，那个路口就是可以掉头啊。你那个路我告诉你，掉头是要看灯的，孩子。虚线不用看，那个地方是双实线的。他就是小薇一直都在犟这个事儿，他觉得说，我说双实线怎么可以掉头？你掉头肯定得去看那个正常的那个灯是有左转灯。又开始偷换概念了。你说的可不是双实线必须得看灯，你说的是掉头一定得看。那个就是双实线，我们在强调什么呀？行，对对对，没错没错。你看他又不承认这个事情，他一直在说你跟百里讨论，你不用，你就听他的啊，你别反驳他。老婆，我跟你讲一下啊，我也给大家普及一下啊，因为我开车也几年了啊，掉头得看灯和看指示牌。灯有圆灯，就是直行灯、圆灯，还有直行的那个就是那个方向灯，有左转灯、右转灯、直行灯和就是圆灯，圆灯就是绿灯和红灯，对吧？然后呢，如果说你路口没有虚线的话，你掉头的情况下又没有左转灯的话，是要看那个灯是红灯还是绿灯。如果说它是红灯的话，你是不可以掉头的。那如果说左转灯亮了，你才可以掉头。那如果说就是这个线是虚线的话，上面又明显的标注了，就是哪怕它是虚线，但是这个路段它有一个指示牌禁止掉头，你都不要去掉，因为指示牌这个你要以指示牌为主，不要以地线虚实为主。第一时间是以路面的这个信号去做标准。因为有的路面它可能就是说它临时改了，说这边不可以掉了，能懂吗？这是我们就是考过的。就是一定要去看那个指示牌的，如果指示牌上说有一个掉头禁止的一个，你哪怕是虚线也不可以啊。你不要听我胡说。前2天还有这个事情，那个2把刀低速行驶20迈，大家觉得在路面上低速行驶20迈会不会有问题？在大马路上低速行驶20迈会不会有问题？抓起来。不是，那个是大半夜，那路上基本没有车。好，大半夜你们觉得 O 不 OK？ 就是大半夜路上没车，但是是行驶在马路上，你觉得就是说低速行驶20迈，你是最高20迈？对，还不到20迈，就很慢。所以我就着急啊。虽然说是没车。没车啊，就是路上没车，就只有那一辆车，不会有人什么滴滴啊，什么催啊这种没有。20迈的理由就是，可能他当下可能是考虑到拍戏。
我开二手麦的理由是这样的，因为要拍戏嘛，它本身这个路段又短，所以我要开慢一点，尽量避免有发出那种转向的声音。如果因为他们要正反打拍戏，如果我有那个转向的声音的话，可能到时候他说话的时候有那种滴滴滴的声音，然后另外一个人说话的时候又没有这个声音了，然后如果两人又切换，他一直有，他一直没有，我就会觉得很奇怪。什么理由你都不能就是说低速行驶啊，而是交规上规定的是吧？你40-50迈没问题，其实这是交规上规定的，交规上一定讲过交规上一定讲过。没事，你就赞同他就可以了。这不是在说一个事实吗？你干嘛表出这个态度啊？就你这个人永远不听劝，且你永远是理性，不是你永远是感性，你不再考虑这个事实。小薇，你永远是这个问题。你是朋友的前男友，你怎么可能跟他接触，然后你跟女朋友去说呢？这个事你往死了寻思，你跟任何人说，你都是有问题的。是的。哎，在你们和我做朋友多幸福。单情如果有一天，你的前任，我们俩接触，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我当然知道。那你笑什么呢？我觉得我在笑小薇，对。不是你，我觉得和我做朋友挺幸福的。我不反驳张文爽，我也不做朋友其实都很幸福。你不要被他 PUA。我没有被他 PUA，就是张姐和那个张爽和我有争论的时候，我也基本上是这样。对，没错，是，就 OK 了。这就是他的问题。你知道，我俩在讨论剧本的时候也是这样。为什么我当时觉得他非常不尊重我呢？因为就是我跟他讨论这个剧本，然后我就把这个剧本跟他和丹青都说的特别热情的，或者说特别激动的在说我新的剧本，然后他听不明白，或者说他溜号了，然后过程当中我又给他讲了一遍，然后他觉得我生气了，或者说他觉得我这你那个我在说你为什么就怎么样？他就说对，那我还跟他说什么呀？后来我就不跟他说了，他不考虑这个事情的怎么回事，这就是我特别讨厌的一点，你知道吧？他说对，行，你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毕竟是你的项目，你的剧本，这是我恼火的点。滚刀了。很奇怪，你知道吧？有些事情没聊清楚，然后他说对，算我错了，怎么？我不会说这种话，我不会说什么算我错了这种话。你现在表达的不就是这个状态吗？我没有说我错，我只是说赞成你而已。你没有赞成啊？你说对，这叫赞成吗？对啊，是在赞成你啊。你真的很无聊，你很多事情你永远你没有这个认知的话，你永远进步不了，我觉得。是的。刚来谁是好的？没有谁好谁坏，就是在说一些事情。小薇怎么就要哭了呢？明明是他在惹我生气，完了他要哭了。你生气了？没有生气啊，但是我会觉得说你这个行为很差劲。人在跟你说一个观点，或者说想让你明白这个观点，让你就是彻底明白这个事情，然后你对，是因为我反驳了，然后你不听我说，所以我才要赞成你。你反驳什么了？你看看，这不就是吗？你反驳什么了？你告诉我你反驳什么了？你是一直都 get 不到，就是前任这个事情，还是这句话，还是这句话，就是但凡你要懂这一点，你跟你朋友的前任保持距离这个事情，你都不至于说咱俩会有这个过程。因为主动权在你手里啊，你完完全全可以不接触那谁呀。行。拉不下来面子，我没有拉不下来面子，我只是在说这个观点啊。谢谢丹尼的梦幻花火。
我们两个在这边热火朝天，然后姐夫谢谢丹丹。这有什么不谢谢的呀？他是赚钱的。对呀，我觉得我做的又没错。没有说不好好的，我这真的很好奇。我俩没有不好，这就是我们两个的日常。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基础的一个理解能力都没有？我们两个私下也会这样。这是他们的日常。对，见面的话会扯头发，不然我姐头发为什么前头秃了呢？谢谢威力的龙抬头，谢谢。我老公头秃了，都是因为你们这种朋友太多了。是我揪的。他是因为你太要了，虚的。放屁吧！老公是最近你的头才开始秃的吗？开酒吧开的，没关系啊。叨叨被称作姐夫吗？这要怎么解读？这是姐呀，这是姐呀，我就是姐夫呀。我几乎没有姐姐妹妹的这种称呼，就只有2个，一个是深圳的一个人，然后也背刺我了，然后这个是一个大傻逼，没招。不要说，我刚问了我对象，他也是和图图一样的想法。什么想法？就是完全认可图图。星剧什么时候播？大概年底吧，年前。元旦前差不多。成熟男人的魅力，不干涉他人因果。那你就是独立的个体啊。当然不干预别人因果，不是说那个恋人，我觉得恋人该干预还是干预，因为恋人要跟你在一起生活的。对，如果说你男朋友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儿，或者说不上进的话，你还是要干预的。图图真的是怎么？我问了他，如果是爱情的，祝福好好的就行。就自己男朋友，你要去干预他的发展。当你瘦了，他是爱情的干预，这正常人啊。你男朋友多大年纪了？哎呀妈，48。我跟48岁的大哥同频。你26，你男朋友48，你俩差了多少啊？那你们是姐弟恋呀？什么姐弟恋？啊，你是30、48，那差的也没有比26也没好到哪儿去。啥时候拍个恐怖类型的同志片？哦，其实我们这次也有恐怖那个元素。有啊。拍车窗那个镜头不恐怖吗？拍了吗？没拍呢，
不是一个车。不打算拍了吧？应该拍啊！你自己咋拍呀？小戴不能把着那个机器呀。你得完全固定住才能拍。没有啊，你就在那个里边拍就好。你如果完全不固定，那车都是背景都是晃的，你到时候怎么踩到一起？再说。我的乖乖，我也26，图图还有26岁的粉丝呢。每一集都死个熊，哎呦妈！就你们说的这个点吧，就是想给小薇刷礼物，你去刷去吧。在这儿也能刷礼物，就是直接给小薇刷就行。超过40你谈不了一点，40岁的也不喜欢你啊，别想那么多啊！我看到这种评论，我真的是就觉得特别奇怪。小薇今天收到礼物，要给我们分60%啊！人家买那个买衣服，就是双11人花了12000呢。小薇啊，买衣服买了2件巨丑的衣服。那给我们翻80%。我说你都不至于买这些东西，因为你真的就请我们吃饭就好了。那就分90%吧。对呀。谢谢严温念送给小薇的一个交个朋友。快，你跟他交朋友吧，你俩是一路人，交吧。我今年40了，没市场了呗。40岁，我觉得物力财力其实都比较稳定了，我觉得蛮好啊。刚买完，人家怎么那个给你们修啊？不是说小薇没钱了吗？谁让他哪来的钱啊？没到呢还。你说没市场？你不是只要40岁就要开始走财运？啊，是明年吧，我说对，40岁。谢谢温妍妍送的黄桃罐头，谢谢。那我还要再给你。刚刚谁送我礼物了？日子啊？还有我自己的粉丝呢，也送我礼物了。一会儿记得给我们分90%分成。好。5块钱，那我们也能得9块。不是，总共刷了10块钱的礼物。那我们能得4块。按照礼物价值的90%分给我们了。请问你要想这么做的话，你就直接抢球就好了。你找个路口。你下午的哪里10块？小薇20，百里10块哦。你分到他手里就10块。那个胡小西给你发的那个东西，你看见了吗？他没给我发吧？他给你发了呀，他给你发了一个那个带货什么东西啊？你也不看一下？是什么用品吗？是？我看你那个大概说的是那方面的用品吗？是？那方面生活用品是吧？胡小西。钛杯品牌。钛杯是啥呀？是钛材质的杯子吗？不知道，我就说听着好像是那方面的。钛杯是什么东西啊？我听着好像是那方面的用品。就是杯子吗？钛杯。就水杯吗？水杯。挂主张。就水杯。水杯的话可以。如果说是带个杯的话就不行。我以为是那个什么环呐、什么鸡杯啊之类的。
回头联系你，给人回一个，要不然人家说不了话吧。好。你俩下播吧？还不下播？我敷完面膜就睡。赶我俩走是吗？啊，行，那我走了。走吧。我咋退呀？点那个，我们这也这退了。对。12点半，明天还上课呢。上课。不是上午不是健身去吗？那也得早起。咱们今天那个啥呀，收入比较少哦。多多明天上课吗？上课。要不今天就这样吧，下播吧。我操！咋了？这不会是头皮屑吧？是我的头皮屑吗？你没有头皮屑。谢谢丹尼的告白粉气球。行，丹尼下吧，我们再播一会儿。这个睡啦溜，好的，再见，丹尼大哥。脖子疼。不播了？那你要唱歌吗？这个点儿别唱了。你就下吧，我也有点困了。行，下吧。那我们今天就播到这里啦，我们明天或者后天再见，拜拜。